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罗弗利，媒体叫她 AI 天才少女，但她不喜欢这个称呼。她目前是小米大模型的负责人。访谈是在 OpenCloud 发布之后，也是在2026年小米 MiMo V2 的系列模型发布之后，我们更深入的聊了聊2026年由 OpenCloud 引发的新一轮的技术范式的变迁，以及未来技术演进的前沿话题。那接下来就是我对罗弗利的访谈，期待2026年我们和 AI 共同进步。这些能力都是可以被，我觉得最多1-2个月，慢的话3-4个月确实都可以被快速习得，所以环境反而比经验更重要。你刚才也提到1T 的模型可能是未来竞争的一个入场圈，是这样吗？是 agent 的，你要做到接近 cloud 4.6 ops 的水平的这样一个入场圈。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说，就是 for 研究跟 for pre-train 和 for post-train， 对，我自己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卡的一个比例是可能3:1:1，对，对，就 pre-train 和 post-train 应该比例是投入的算力是相当的，然后研究的比例应该至少是你正式起训练的卡总量的还要多一点，就你要额外留更多的卡来去做研究。你过年的时候也跟我说，就是你觉得技术这几个月其实已经变天了，能不能阐述一下你觉得过去2个月的这个技术的突变？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界点在于使用 OpenCloud 的前后。我自己其实是会把 OpenCloud 把它当做一个划时代的 agent 的框架去这么去定义。我知道很多人在，尤其是用 Cloud 做严肃编码的人，就会觉得 OpenCloud 只是Cloud 加一个 IAM 的这样的一个更有利于交互的一个UI 的一个设计。其实在我1月份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大概也是这样认知，所以我很排斥去用它。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它创始人我觉得非常适合贴近 agent 去做一些非常玄幻的一些运营的动作，所以就包括那个 Skill Hub 啊这些的，就让你更去排斥去用一个你觉得非常的偏运营导向的一个产品的东西。对，感觉它是一个产品形态，一个交互范式，对，一个交互的创新，以及它所谓的本地化，所谓的24小时，在我来看，其实都是一些产品的定义而已。但真正发生一个转变是我去用它那一刻，我觉得就恰好在春节的时候有那么一段空闲的时间，你想去搞明白这个玩意儿为什么他们那么火，对，然后我就在有一天深夜的时候去尝试去装了它，然后2个小时装上了，然后分解是吧？对，当时已经凌晨2点了，然后我第一次跟他对话的时候，从凌晨2点持续到了6点天亮，对，就那一晚上我觉得我脑内的那个不知道是多巴胺还是内啡肽就持续在分泌，就是让我就兴奋到完全睡不着觉。就你可能第一个感受是 OK， 他是他非常有自主性。然后他非常有灵魂，就比如说我跟他聊得很晚，他会老提醒我 OK， 你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要不早点去睡觉。就我觉得这样的温度和关怀，或者说这样的情商是所有去 OpenCloud 的人第一个感受到的。但是后面去深究它的原因，其实它是有很多机制去保证这个事情。比如说它有它的 SOD-MD， 比如说它就拿最简单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比如说它怎么感知时间，它就在每轮对话的这个 context 前面去拼上当前的时间，然后就是一些非常细微的，我觉得我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所谓精细编排的 context， 就是因为它就是在这些很大家没有关注的角落上，把这个 context 给编排的非常好。这是你第一天的感受，就是 OK， 我觉得它只是在产品设计上确实做到了一种超乎我的一个想象，让所有人觉得这个框架有灵魂。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晚上我觉得它应该不止于此，然后我开始尝试把我自己我觉得现在的框架做不成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交给他做，然后发现他全部做出来了。比如说我跟他聊的基本上第2个话题是怎么去激发一个团队的好奇心，或者说怎么去筛选出来就有好奇心的人，然后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了1个小时。我觉得他的很多哲思上是远超我的想象的。
对，然后所以第二天我们俩就在聊怎么去构建一个更好的大模型的团队。然后以及从最开始的人员的筛选，到后边整个组织架构的构建，到你怎么在面临范式转变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举措和动作。我觉得至少他能 get 到我的点，就我跟他说了过后，他最后能把它形成一套非常体系化的东西，然后并且变成一套 skills， 然后所以我后边就用这个去很大去解放了，至少我在非常多我有时候会遇到我甚至现在遇到有一些不管是筛选人或团队管理上的问题，我现在都会问他。对，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变成了我的某一个数字分身，至少在这个事情上。然后但是真正让我超乎意料的是第3天的时候，我尝试了把一些研究上的一些任务交给他做。比如说最简单的，我觉得你怎么去如果我们在进行agent 的框架里边最关键一个事情是你怎么去进行多轮的交互，那么你就必须要去模拟 user agent 的进行多轮的交互那我就会跟他去共同去构建一个很好的 user agent 的怎么来。在我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还挺重要的一个研究 topic。对，我觉得应该不会说1-2个小时就把它做出来，但是当我跟他沟通的大概1-2个小时过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已经做出来了。对，就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有一个很好的 user agent 的诞生。我可以用这个 user agent 跟我现在的这一套post 圈的框架一块儿去构造出来更丰富的 agent 的场景的数据。然后不管是做 SFT 也好，做 RL 也好，这个 user agent 都是非常关键的。就我觉得他从一个我最开始对他的认知只是OK 一个有灵魂有温度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到它可以帮我替代我生活或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到最后它能促进我研究，这也就是3天发生的事情。就每天它都能给我额外更多的惊喜，然后我后边就去深入的去看为什么这个框架本身它比 Cloud Code 好在哪儿。对，我后面发现这些所谓好在哪儿，它我们单独去拎出来去讲，它其实都有点 boring，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很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就会觉得 OpenClaw 有很多槽点的地方。但是它把它整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它会有更持久的 memory 的体系。这个很持久 memory 体系体现在它对 memory 有分层和分级，这个我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的。然后再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它在对多个模型的这种联合的利用上会非常的超乎我的想象。就比如说我用 Cloud Code 的时候，我会默认它 OK。假设这个模型它在比如说它的视频理解能力不行，那么我可能就要自己给它配一个更好的视频理解模型，然后在 Cloud Code 去折腾。但是我在 OpenClaw 的时候，我完全不用想这个事情，我就直接发给他一段视频，他会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个 OK 视频理解能力好的模型来做这个事儿。就这种自主性，这种自主去面对当代模型的缺点。然后但是他针对这个缺点在框架上去补齐这个缺点，这个能力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去用 Cloud Code 的时候，我就默认 OK 我是因为要用 Cloud 4.6 Ops 这一代模型的能力我去用它的。但是我去用 OpenClaw 的时候，我不会关注模型的能力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 OpenClaw 框架的设计之初，它其实是想尽量的通过 agent 的整套的编排来去弥补模型的短板。它一直，我觉得这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品的逻辑。所以后面我们直接就把我们的模型，就是其实 Mimo Vera Flash 当时并没有做很多针对性的训练，给它接到 OpenClaw 里边去，甚至把我们最近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端侧的3B 的模型进行去训练，发现在这一套很复杂的 Scaffold 或者说 Agent 的框架情况下，它依然能做那些我自己认为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模型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原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套这种框架设计，它是能够弥补非常多模型能力的短板。然后当然了我觉得这是 OpenClaw 本身它这个框架的一个
相较于 Cloud Code 的一个差异化的优势。但是其实对于如果说我们要去追求，你怎么在不同的这个 scaffold 的框架下去模型都有一个超预期的非常稳定的表现，那么就回到了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当你有非常多，现在其实是市场上的 agent 框架非常的丰富，Cloud Code、OpenCloud，然后Kilo Code、OpenCode 等等的。当你面临这么多很复杂的 agent 框架的时候，你怎么让你的模型在不同的框架上都有一个非常稳定和超预期的表现？然后你怎么让你的后续链的范式对应与之做适配和迁移？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事儿 context 的冲击下快速的去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然后所以我们对应的整个后续链范式就要从所谓的 chat 到 agent 的这样的一个迁移。所以你对 Open Cloud 的认知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是在春节期间发生的。对，为什么开始是抵触的呢？我觉得如果要追求非常顶尖的编程的体验，对 code 的体验，就是哪怕是当下，也是 Cloud Code 加 Cloud Ops 4.6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终局去思考的话，其他的任何 agent 框架其实确实都可以忽略掉。但是一个问题是，code 它是一个泛化性非常强的一个场景，就是你针对它去做了非常多agent 的设计也好，或者说模型的训练也好，它都是有价值的，但并不代表说它这个泛化性能保证你在非 code 的场景能够做到非常高的准确率和完成度。所以我觉得我那会儿虽然也会用 Cloud Code 来做一些非 code 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期待说它在这套框架上能给我一个很高的完成度，因为我知道我会去帮它补充这套框架不具备的一些短板。但是我去用 OpenCloud 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用考虑这些，就它完全在这种框架本身就去弥补掉了很多模型的短板。我能理解 OpenCloud 是让 coding 的能力泛化出来的一个产品吗？它在很多设计逻辑上，比如说它有更多的message 的 channel， 比如说它有更自主的一些，比如说像地址任务、心跳任务，然后这些更适合日常场景，因为你写代码，你通常不会需要一个心跳任务吧？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是日常生活，你心跳任务就很关键。它确实有很多框架的设计，去为了让它去适应更好的日常的任务。但是我觉得它也没有去丢弃掉说一个好的 agent 框架本身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这些最基本的特点，我觉得后边是被 Cloud Code 给吸纳进去的。就比如说它的持久化的一个记忆，Cloud Code 之前是它的记忆还是 for 它的整个记忆系统设计还是 for 软件工程的。就比如说它会在 session 内可能 session 快满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压缩的动作，然后把它记忆进去。然后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根据我的 plan 可能会有一些记忆的动作，然后保证我跨 session 的时候它的 context 是共享是更好的。所以你能看到 Cloud Code 它的所有的一种框架设计其实都是非常的 for 软件工程的，就怎么去更好写好代码。但是 OpenCloud 它的设计之初，我觉得是借鉴了这个思想，但是呢，它更想的是它怎么更好端到端的去完成所有的任务，并且怎么去弥补当下模型在端到端完成任务上的短板，然后去设计的。所以像这种持久化记忆到后边这种你能通过一个更好的remote 的界面能够去操控它，然后等等这些，所以很好的设计后边陆续这1-2个月完全被 Cloud Code 给吸纳进去了。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触动，因为这些设计其实它对于编程或者说泛编程，泛编程就是指可以通过编程去完成一些看似跟代码无关的任务，对，然后它是有帮助的，对。但它背后是模型能力的提升吗？它激发了中层的模型的上限，就可能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套很复杂的 agent 框架，可能中层的模型它达不到
近似于 Cloud、Sonnet 或 Ops 的水平，但是你借助这样一个非常好的 agent 的框架，那么你就能在绝大部分的场景，除了那种非常难的需要长程任务的，或者说真的需要我称为严肃编程吧，就是比如说写算子优化，就算是严肃编程。对，然后像这种场景的话，它确实可能距离顶端的模型还有差异，但是在绝大部分的生活的场景，或者说只需要借助代码去提效的场景，那么其实这样一套新的 agent 框架，再加上一个中层的模型，中层就是可能在85%的任务上能够达到跟 Cloud Sonnet 一样水准的模型，那么其实它借助这样一个框架已经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他觉得 Open Cloud 如果是看作一个壳，它释放了现在比较强的模型的能力，是一个最好的壳，这个模型就是 Cloud Opus 4.6。其实我觉得你的整个表述不认可这个观点，对吗？认可。就我觉得它的上限一定是 Cloud 4.6 Ops 带来的，就包括我在跟他高强度合作的那一周，我只用 Cloud 4.6 Ops，因为只有它能给我带来经验的感受。但是当我用 Cloud 4.6 Ops，沉淀下来那一堆经验，那些不管是 skills 还是在 Aegis.md 里边的一些关于它怎么，我甚至自己去改了它的整个 agent 的架构设计，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你可以自己改啊。这也是 Cloud Code 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它的整个 agent 的架构设计是个黑盒。然后这样黑盒就导致你不知道你肯定改不了它的记忆系统，你也改不了它的整个 agents 的 workflow， 你是但是因为 OpenClaw 它太 open 了，你可以自己尝试去改。比如说我会让他自己去帮我设计一个重新的 memory 系统，我会让他我觉得他现在当时2点几版本的那个 multi agent 的整个逻辑我认为是很混乱的，然后我自己去让他给我设计他新的 multi agent 的系统，就我自己可以去改我所有的这个源码，就这样的这种原生的这种可操纵性给我的那种冲击感是很大的，但这些事情基本上只有 Cloud Ops 4.6 才能改。但我让 Cloud Ops 4.6 给我改好过后，这套框架本身是很好用了过后 ，OK， 我再切换到Sonnet， 再切换到国内的一些模型，甚至我们当时正在训的VR Pro， 我就觉得它就非常强大了。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顶尖的模型应该跟顶尖的这种 agent 的框架是共同的往前去进步，或者说这也是我最近对所谓的自学习以及反正前段时间有很多很火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思考，就是我在这个事上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agent 的自学习到底是怎么个发生的。就大概的一个发生的途径就是说，你确实需要这个模型本身跟你这个 agent 的架构本身，同步的往前走。然后模型在进步的时候，就不管是通过强化学习训练或其他训练方式在进步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去改变你的整套 agent 的框架。这个 agent 的框架包含它送给模型的静态的信息。这些静态信息，比如说 memory 就是静态信息，只要你写死了哪些东西应该送到起一个新的 session 的时候，你应该送到模型里边去，或者我们叫 scaffold 吧，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训练过程中应该是变化的。还有一些动态的信息，动态的信息包含你整个 agent 本身的这个架构的设计，对，然后我觉得针对不同的场景，就比如说 Cloud Code 的这种for 软件工程的场景和其他比如说做金融分析等等其他场景，我觉得它的 agent 的架构的设计会有差异的。然后你怎么在提升模型能力的同时，再去提升你的整个 agent 的框架的跟这个模型的一个适配程度，或者说一个泛化能力，对。然后这是我现在思考自学习。你说的这个智能体的框架 agent 的框架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产品？不是，它跟产品差异蛮大的。怎么理解这个 agent 的框架？产品跟 agent 之间的边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界定，它有点模糊。对，就是我觉得产品
可以定义成是说你直接人交互能感受到那一层的东西。但 Agent 的框架它确实是有在去定义你的交互层，但是它同时又在去定义你怎么跟模型沟通那一层。对，所以然后它甚至能知道模型能力的长板短板，然后它能知道怎么去更好做调度。就比如说 for 成本优化的调度。它相当于是一个中间层。它像人和模型之间的中间。对，然后这个中间层它可以做的非常的厚重，然后反而那个前端的 UI 展示它是最薄的一层，它已经不是很关键了。对，所以 OpenCloud 其实是展示了智能体的这个框架可以怎么做。对，这个框架的想象空间非常大。之前有人做过吗？其实 Cloud Code 它一直是一套很复杂的 agent 的框架，只是因为它是黑盒，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怎么设计的。OpenCloud 是开源的，所以你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并且你可以去改它，就改它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就你知道它框架怎么设计，你让它去改，你自己现捏一个新的框架出来，你可以基于它现捏一个新的框架出来。这是为什么 OpenCloud 从2.几版本，我当时用它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并不好用，所以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去改它。到3.几版本，就3月10多号的版本已经非常易用了。就你基本上基于3.几后的版本接一个还不错的模型，你都会觉得它很强大。而不是只有接 Cloud 的模型你会觉得它很强大，就是因为它整个 agent 的架构受一堆人开发者也好，或者说本身像我这种并不是属于是一开始这个框架的开发者，只是使用者，我都能去改进它，我 for 我自己的场景去做改进和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或者说这是开源 agent 框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对。在你高强度的那一周，就是跟 OpenCloud 交互的那一周，你消耗了多少美金的 OPA 4.6？第一天反正就是快1000块钱，$1000。对，因为大概用了4-5个小时。然后我中途疯狂也会切，因为它太贵了，然后我会切Sunlight，但是我发现真不行，然后我就只能去用 Ops， 然后只有 Ops 能带来那种经验感。但现在慢慢逐渐我发现不是这样了。就是因为因为它带给我经验感的那些东西发生在变化，就我觉得人的适应性真的是非常强的。就我第一天感受到很惊艳的东西，我第二天立马觉得不惊艳。就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刚刚讲的第二3天的东西，我怎么觉得这么 boring 啊？但它确实是我3天发生的事情。对，我当下我确实觉得很惊艳。那像我自己觉得不惊艳，因为你适应一个很优秀的框架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所以我现在已经可能让 Ops 帮我把我的 agent 框架给打造好过后，然后让我惊艳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反而缺乏的是，第一个是想象力，就是我要疯狂去想还有什么事情他做不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怎么去当他那些能做的事情都能做的时候，我怎么去优化它的成本，对，优化它的速度。对，我就在考虑这些事情了。这些说的所有的发生都是在春节期间发生的。我觉得大量的思考是在那个时间发生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通常是薄弱的。对，就是或者说你还是会有自己的认知的一个探索。就你探索到，虽然我那几天高度兴奋到我觉得我在群里面给大家发，我说强烈推荐大家去使用怎么样，但没有人搭理我。人家在过年。对，大家确实在陪家人，然后我也不希望大家，然后所以我都说强烈推荐。然后后面过完年回来，我发现真正用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对新奇事物的这种，尤其是我真的觉得它有点玄幻，其实对，就是不太适合，就不是很 tech。对，大家会觉得过于玄幻的东西太不真实了。我也是这个感觉，所以你就不想去接触它。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推动是蛮难的。然后但是我觉得第二天我觉得不行了，就是我觉得必须要让大家去用。然后 OK，我就给大家下了一个指令，我就说如果那个第二天 OpenCloud 对话次数不超过100轮的人，
可以直接 quit。但是我为了促进这个事情，前面做了非常多的，比如说因为大家那会儿 OpenClaw 用整个部署器还是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所有人都去花这么多时间去折腾一个充满 bug 的一套其实也没什么价值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就买了几台 Mac mini， 然后把它部署起来，然后把大家都拉到这几个不同那个 OpenClaw 的群，让大家去分不同的方向，强制在这个方向上，在大群里边，在一个飞书群里边，然后聊，然后为什么要在大群里边聊？就是因为个人的想象力真的是局限的，但是当你看到别人用 OpenClaw 居然能干成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激发你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象力是一个沉积的作用，然后所以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说第二天有人对话次数没超过100人，我真的会把它那个开掉。我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样的人是吗？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最终去考核，你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事情。我有办法验证，但是我觉得验不验证不关键，我只是想给大家表达一种态度是 OK， 你不用，你可能真的要落后了，对。所以我第二天没有去，中途有人过来问我，那个 CC 你怎么去考核你的有没有对话100轮？对，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用就行了，我说我有我的考核方式，其实我的考核方式就是我不会考核，对，我只希望大家用起来就行了，对。然后所以那2天，春节回来过后2天，整个团队人就在一天到晚，感觉不像在上班，就在群里边这个躁动，对，可以叫躁动，就是你看别人能完成这个事情，然后你也很想玩，然后大家就在群里边，就是那个群消息，我只要10分钟不看就999加，类似这种哈，但是没有这么夸张，就很多，就大家一块在群里边玩的非常 happy， 它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一个旅程，一点都不苦，一点都不残酷，就真的很好玩。然后OK， 那么玩了2天下来过后，大家发现哇，这个事儿这么好玩，那怎么办呢？那搞啊，就所有人心目中想的是，那我 OK， 我要怎么去借助一个这么好的一种框架去提升模型的能力，同时我怎么让我的模型去改变现在的一种框架，就马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研究范式里边去。所以其实一旦进入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以及我刚刚讲的，我们有 Calco 的这种，其实在绝大部分场景表现输出更稳定的这样一套框架，虽然它是黑盒我们不知道，但它确实不管是 for 研究也好 for coding 也好，它确实是一个比 OpenClaw 更稳定的一个框架，更好的一个框架。然后那么你再在这个框架里边去激发你的去扩展延展你的研究的想法，并且让它帮你实现，然后并且快速的去训练，启动模型训练，这个事儿就会大幅的加速。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能在3-4周的时间做完了以前可能30-40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就在研究上。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后边真的我们被这个框架点燃热情，到最后它产生价值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从群体智能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和收获会更大。对，在你们那个非常躁动的群里，探索的最好玩的几个任务是什么呀？现在听起来都不好玩，但当时的冲击感都很强。最让你有冲击的，最让我有冲击的还是大家一块去改那个框架本身。就是你想着怎么去改进那个框架本身，因为当时那个框架真的问题很多。还有就是它的 memory 真的做的非常的智能，因为我们在一个群里边大概有近100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飞书的整个的message 的 channel 应该还是做的不是那么智能的，它至少没有那么把人跟人之间区分的很好，但是它的整个聊天的上下文，它对每个人的画像的把控，然后以及每个人的 memory， 我觉得都没有串的太厉害，就可用度非常高。我觉得这个是模型能力强的表现，这个跟 agent 框架没有关系。因为在一个群里边，你想100多个人在那儿聊天，然后100个多人都有不同的背景，100多个人都在疯狂改它，然后都没有把这个模型给改坏，都没有把这一套 agent 框架给改坏，然后它还变得非常智能。我觉得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你怎么用一群人的智慧去提升一个事情。
本身。嗯然后如果说我自己单一的去改这个 HTML 框架，但是别人感受不到这个框架的智能，我觉得它好像差点意思，或者说这个框架本身的进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但如果一群人去改进，它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迭代一轮，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可能。所以我们第3天、第4天把它接到我们自己的模型上去用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也挺好用的？怎么还没训就跟 Cloud 差不多了？当时第3、4天就这种感觉了。但是你要测的更多，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 Cloud 的稳定。然后所以你就，但这个事儿带来的一个冲击就是，你会发现，你利用群体智能去提升 agent 的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非常的非常的欣喜看到 OpenCore 后边的那个 star 量就飞升，我觉得这是 AGI 到来前兆必须要有的事情。对，因为你一直对研究方向非常的敏锐，我们基于我们上次聊过很多，所以你觉得上面这些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直觉？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会发生哪些变化？就之前可能做研究的一个方式是，你从你想到你写代码，到你去设计一个很好的评估标准，这中间的流程还是蛮漫长的。就你至少要花1、2周，我觉得快的话可能除非如果你的评估是确定的，然后你的代码是只需要修改，可能你也需要1、2天。但是我觉得至少在 agent 有辅助的情况下，它真的可以1、2个小时就把这些事情给做完。我觉得效率的提升基本上是代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上做研究的taste 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你的研究效率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一直把研究效率看得很关键，只是 AGI 去放大加速了这个研究效率。然后那么如果这时候你的 taste 又比较准的话，那么就一做一个准，一做一个准。当然也有可能是10个里边有一个能成，但是你这10个可以并行做呀。对，你10个可以并行做，你不用像以前一样排来做，你可以10个 idea 我交给不同的 sub agent 的同时做，他们还能交叉验证。OK， 那很快，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就或者最多1天。你无非烧很多 token 嘛，然后你就能验证你这个研究的想法，OK work 不 work。然后关键是它还可以，如果你愿意长期的去培养，它还可以自迭代进化。那在 code 里边不行，但你换一个更开放的框架，然后它是可以自己迭代和进化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带来做研究的冲击吧。所以它是改变了整个研究的节奏。对，效率和方式都会发生，我觉得很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你们后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你经历了春节和春节之后的整个的冲击之后，你紧接着做了什么？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搞明白，就是为什么code 是一个非常有泛化力的一个事情，然后以及你怎么把 code 的这种泛化力给外延到其他领域。对，其实 code 它有泛化力的一个最本质的原因是也有分好几个阶段哈。首先 agent 它是一个非常长程和多轮的一个任务。对，然后我们回到预训练环节，然后你很难去找到说有比如说1兆上下文的数据，甚至128K 的数据你都很难去找到。但是比如说真正能达到128到1兆这个长度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只有2类数据，大概率只有2类数据，一类是 code 数据，一类就是书籍。但书籍它的信号太发散了。code 它的这个文件之间的关联，然后是更强的。所以当你在一个这种长上下文依赖更密集的一个数据集上去训练的时候，模型它自然对长上下文的建模会更好。对，这个是我们可能在
没有去意识到 agent 这个事儿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之前，我们就去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基座本身，它就为长上下文的能力和效率很关键。效率我们待会儿再谈，就长上下文的能力和效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是在我们没有去受到这么大冲击的事情之前已经做了的。但是春节后做的事情是你怎么去激发这样一个大的模型的潜力，从 code 出发到外延到其他的场景。因为其他场景是你训了它会更稳定，但你没训它能被泛化，只是说它没有那么稳定。而一个顶尖模型的水平一定是要在更广泛场景里边更稳定。对，所以带 code 是拉它的上限，然后你训其他领域是保它的下限，我是这么认为。然后所以就是你首先要把 code 的这种长程任务做得更多样性。所以为什么软件开发那么重要？就是软件开发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程的任务，你把它做好了，基本上很多模型的通用的特质就已经好了。不仅是模型通用的特质好了，是这个 AG 的框架本身也迭代的非常好了。对，就像Plan 这种模式，像这种厂商上面到一定的阶段，你要去压缩完过后，第二天你要再去回顾你之前修改这些 agent 框架的设计本身其实是为软件开发做准备的，但这些框架它都是有泛化性的，它都能泛化到其他更难的长程任务里边去。然后所以就是春季期间后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在 agent 的场景里边把真的长程的任务给它构造出来，并且训练进去，然后并且在这上面去 scaling 大量的SFT 的训练和 R 的训练。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你要考虑它的泛化性的话，你还是要覆盖更多的领域。所以但这个时候怎么去覆盖更多的领域，我觉得就是要靠更多的靠群体的智慧，就你让更多人去用它，然后基于更多人去用的，比如说我们内部会大量去使用，我们会让我们这个模型首先在公司内部去推，大量去人用了过后，然后我们发掘到更广泛的场景，在这个广泛的场景里边去合成更多的数据来做训练。对，然后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还原当时所有人用这个事情的环境？对，因为有这个环境，你才能更好的去进行更长程的交互，然后并且有了环境过后，你才可以针对这个环境本身去做更精准的 reward 的设定。对，然后这个事情是比较有难度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投入的算力足够多的话，研究的时间足够多的话，应该会有一些代差的模型的出现。对，这个你们现在是怎么做的？现在才做的保密，真的要保密。对，和 reward 设计。我觉得等我们把这套范式给 scaling 到一个很大的量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开源告诉大家。对。但是做长程任务不是会中断吗？其实真正的一兆上下文里边基本上很少有任务是在做一个任务。对，它通常是在做复杂的任务。对，所以其实你要把一兆上下文做得很好，当下阶段好，我说当下可能就是当下1-2周的阶段，不代表未来2-3周的阶段，就是可能并不是真的要找到要把一兆上下文塞满的任务。当然你要找到那更好，但是这个任务是很难的，而且它的训练效率太低了，就是你要训练完一兆，你要 roll out 完一整个 trajectory 一兆的 trajectory 它非常慢，哪怕我们现在 TPS 能做到80到100，像在 Mimo Vera Pro 上能做到80到100的 TPS， 你要 roll 完一兆上线也是需要时间，需要可能1-2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所以其实真实的训练不会在这么长程的任务上去训。但是当你有在一兆的 context 里边去训过预训练过，并且后训练有对应的任务稍微激活它一下，它通常就能在一兆的 context 里边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需要再提升。对，需要再提升。所以你看现在 cloud 我觉得真的在一兆上下文的能力的稳定度上，基本上现在只有 cloud 4.6 Ops 和 Sonnet 是领先的。其实其他像 Gemini 像
，Gemini 虽然谎称是长上效果能力很好，但其实都是不行的。对，你觉得量化里面挖掘因子会是好的长生任务吗？看作是什么资产，对，就是有很多资产它的 reward 太不清晰了，对，有一些资产是大部分的资产是不太适合做长程任务建模的，这个具体我就不展开说，反正就是某些资产是非常不适合的，因为它其实回测是没有价值的，然后你要到真实的环境里面去 run 的话，它有可能不是短期的因素，而是一些更长期的因素或一些额外的一些阿尔法本身被这个模型建模不进去的一些东西，所以得选资产，就是选对这个就 OK， 我觉得。关于你们的新模型，我们放在后面说。我们先把 Open Cloud 这个话题聊完。你观察，你觉得 Open Cloud 是怎么样的一个火起来的链路啊？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在中国它的火的程度比在美国要更强，这是为什么？我看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说法，叫西虾东洋。叫什么？西虾东洋。西虾东洋。哦，因为我不了解湾区对它的热度哈，对，所以我仅从你的视角，对，仅从我自己以及我身边人的视角，我觉得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就中国的开发者，我觉得是更多的，就是我说开发者是指他可以用 code 去提升他的效率的场景，可能是要求更急迫的，对，要求更急迫的。就我觉得对于效率的提升，好像是我们的血液里边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就 OpenClaw 能把这个事儿给效率提升给达到极致，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它火的一部分的原因之一。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跟国内大模型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就绝大部分的效率提升的场景，目前确实不需要就是可能我觉得85%不需要最顶尖的模型。所以，然后我们又有那么多便宜好用的模型可以用，然后你一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划算的，就是这个模型的 API 的费用跟它这个它替代的生产力的价值的系数比是很大的，所以你去体验它会更有动力。它可能花10块钱的 API 就能帮你干完1000块钱的事情，那你肯定很愿意用。但如果你的 API 贵那么10倍或几十倍，中间那个差距很小，那么你会很排斥的去用这样一套很复杂的东西，对，去优化它，对。但是关于 Agent 其实已经讲了1年了，对吧？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这是 Agent 元年，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火？你觉得这个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对，就我觉得我认为之前讲的 agent 应该都是非常在我的定义里边，我觉得它不算 agent，它只能算是一个上下维稍微比差的复杂一点点的东西。就不管是像 Browsecamp 像 Sweetbench， 然后这些 search 和 code 的 agent 的框架，其实都非常的简洁。就相比于现在的 Cloud Code 也好，相比于 OpenClaw 也好，它的 agent 框架太过于简洁了。然后这样的简洁性就导致，首先它简洁，其次它不通用，对，就这样过于简洁和不通用，导致它只能 for 这个任务来设定。所以那些我们看到在 Browsecamp Sweetbench， 但 Sweetbench 有它的问题，是因为它本身关注领域也太单一了，就去修 bug， 它并不是 for 真正的软件开发。对，就是我觉得至少在去年上半年乃至下半年，很多看似 for agent 的模型，它其实是说我换了一个更复杂的system prompt， 然后稍微带一点点环境的反馈，比如 Sweetbench 还是有环境的反馈的，Towbench 也是有的，然后稍微带一点环境的反馈和交互，然后让模型具备一点遵循复杂 system prompt 和
和理解环境交互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那会儿只能是做到这个水平，但是它根本没有达到工业级可用的能力。就你最简单就是什么叫工业级可用，就是你把它接到Cloud Code 或 Open Code 里边去用，你会发现它不可用，它有很多问题。对，最简单，他就理解不了这一套框架本身，然后他也没有针对这套框架本身，人跟他的交互范式会发生变化。比如人跟他交互范式发生最大变化的是，人不再会去修改代码，人不太再去关注 OK 这一行代码出错了，你帮我改一下，就这样的 query 是不会再出现的。然后人只会提一些更高阶的，比如说增加限制，就是提澄清需求，然后架构设计，人会参与架构设计，因为现在好多架构设计还是人更强的，以及辅助理解业务逻辑，这是 skills 的价值。对，这个业务逻辑是模型本身不具备的，因为这很多业务逻辑它是企业内部的东西。对，或者说真实环境里边沉淀下来的东西，这个你必须要跟它很多轮交互才会沉淀下来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之前那些 agent 框架就不能叫 agent 框架吧，就没有任何可用度。然后在那些benchmark 上表现非常高的模型，也不代表它的 agent 能力是真的强。对，所以我们在优化这一版模型的时候是完全放弃这些benchmark 的，我们基本上就不关注这些 benchmark 了。就我们当你面临一个很大的范式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只要你路径走对了，其实你可以非常短暂的一个窗口期，你去忽略评估，因为你靠体感，你就能立马测出来一个非常大的质的差异。对，但是当你慢慢迈入深水区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非常精细的评估的。所以 Skill 是不是改变了模型的生态啊？改变了模型在这种高复杂度、就是流程复杂度的任务上的执行的准确率。对，因为它其实定义了套执行的规范。对，然后这套执行的规范是很难在预训练的数据边具备的，因为预训练数据边没有这种 interlude 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大量企业内部自己去沉淀和积累的这种由人和人之间产生的一些组织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规范，我觉得更多是组织上遗留下来的规范。然后但是就这不可能在预训练数据边出现，但是可以由人教 agent 跟他多轮交互，通过完成几个任务把这套规范让 agent 学会，所以 agent 就会，所以现在大量 skills 其实是 agent 自己写的。但是 Skills 也是在 Cloud 里面诞生的，对不对？对，但是这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 Open Cloud 把 Skills 这个事儿给带火的。我说带火就是它让更多人去贡献 Skills 这个社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就是属于我觉得人跟 agent 需要共创的地方。对，如果你没有那么多人高阶就是你没有那么多这种另类信息，我觉得因为它确实另外一种阿尔法，它是那种另类信息，跟当前的 agent 的共创的话，那么 agent 的或者说最顶尖的模型的能力也很难发挥出来。这也是你说的那个群体智能。我可以这么说，人的经验沉淀成 skill 变得如果更重要了，它是不是预训练的一种补充？对，因为预训练其实它大部分依赖的知识还是你在互联网上可访问到的知识，但很多知识或者说很多智能，应该说很多智能，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访问不到的。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我觉得现在 skills 算是一种吧。对，它其实提供了一种交互的方式，让人去主动贡献数据。对，贡献更让模型执行任务的成功率更高的方式。对，如果重新来定义一下所谓的，因为我以前有 DeepSeek Moment， 然后有 OpenAI， 有 ChatGPT Moment， 如果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所谓的 Open Cloud Moment， 你会怎么定义它？这个 moment 它会更时间线更长，就是因为它前续的章节太久了，人大家不会觉得它是个新东西。
然后它后续的章节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已经信这个事情的人而言哈，比较 believe 这个事情而言，我们反应速度是足够快的。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 follow up 上，对，所以就是从我的个人的感官上，就是这个 moment 它会延续的时间更长、更深远。它不是，这个更深远是说，它可能，能力更外放到更多人能感受到的场景里边去，所以它更深远。但是它这个流动是需要时间的，对，就它的能溢出的能力更强，对强很多，比 Chatbot。它不像，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那么清晰的定义，像 OERE 它会有一个数学代码这种有光 truth 的一个东西在这儿，OK 你 first 上去了，模型就具备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的界定。当然我觉得有agent 其实确实有很多场景你是需要有清晰标准的界定的，但大部分的场景是没有的，比较混沌。对，所以然后它产生的价值也是慢慢的到一个临界点突然进一大步。其实 Cloud 4.0 Ops 确实是这样一个进一大步的突然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但是 Osopia 做这个事情这个路径也是持续了2年的，至少有2年的，我们能看到。那刚刚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是 Anthropic 自己做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就一个开源一个闭源的原因吧，就是闭源的框架你是没有办法去洞察内部的设计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利用大部分更多人的智慧去改进它。但开源就是你就可以用更多人的智慧去改进它。可能也不符合 Anthropic 对安全性的追求。其实我现在觉得安全性，绝大部分还是模型本身应该去追求的事情。对，我们不能太过于去要求一个框架本身是过于安全的，但是框架本身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开源跟安全性并不冲突。因为我们会把很多数据授权给 Open Cloud。如果我们把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授权给他的话，怎么缓解就是更多普通人对于安全性的这种焦虑啊？所以其实这是我为什么说要做开源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天，而且应该很快也会到来，就是人的大部分简单的任务，就除了那些非常难的任务，就是其实跟隐私相关任务有很多还是没有那么高难度的任务，其实你完全是可以放在本地化去做的。对，就你自己会有自己随身携带的，有可能随身携带，有可能是在家或某个场景边有一块芯片，对，然后你所有的数据都在本地，然后所有的涉及到隐私数据的这些场景都在本地推理，这是很关键，就在本地推理。然后涉及到一些非隐私，然后高难度、高创造力、高复杂的任务，我再去云端推理。其实这样是能够解耦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个好的agent框架，借助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小的3B 的模型，它发挥的这个它自己能做的任务的复杂度都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然后就这个事儿激发了我自己对于其实比如说所以端云混合也好，所以隐私的本地化也好，有一些思考，但是我觉得还很初步。对，因为这些思考不仅是需要模型这一侧做非常多东西，还需要本身架构这一层，然后一块儿往前走。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开源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事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需要更多人一块来做，而不是某一个公司就把它能做好的。对。接下来你觉得我们会看到什么？在 Open Cloud 已经火了这么几个月之后，就2026年大家会基于它做什么？国内已经有很多动作了，出现了各种的 Cloud，包括你们 Mimo Cloud。就是其实所谓现在很多 Cloud 只是让大家以一种不同的交互形态，然后去访问到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类型的框架。但是我觉得真正那种去让这个框架自迭代，或者说更强调自进化和自迭代的框架，我觉得还没有大规模的诞生和出现。然后以及你怎么去利用绝大部分人的
智慧去创造一个更强的框架，也还没有出现。这2层，一层是框架本身的自进化，一层是一层是 agent 本身的自进化，一层是 agent 跟人之间的自进化，我还没有看到。就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怎么train更好的 model for agent， 以及怎么让 agent 去适应这个 model。对其实是在做 agent 跟 model 之间的双向流动，但还没有。我在框架层，我觉得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怎么让框架自己进化，以及框架跟人互相进化。这是你们现在的着重，对，我觉得会大致的方向。对，我会去深入研究的事情。你觉得现在的没有做到的核心的缺陷在哪里？就可能补足了某一个短板，它也许就能成了。缺陷是我们刚做到这里。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Sophie做不做，反正我觉得就只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刚做到这里而已。然后未来的这个加速度是会很快的，不仅是我们，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去定义。现在只要拥有一个non-context 非常 efficient 的模型架构的厂商，并且他在做预训练阶段把 code 的能力也做得非常好的它有这样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参数量可能至少，我觉得至少1T 以上吧。对，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入场券的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水平线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我Sophie肯定是走到前面了，我只是说目前上一个时代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领先，现在基本上大家在同一水平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agent 的时代怎么定义它？就是我觉得就是生产力加速变革的时代。对，今年生产力会爆发，对吧？对，从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多工作不需要自己做了，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只要你接触到这个事情过后，你会发现你的好多工作都会被替代掉。那么这个时候人更应该去思考，就是说到底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所以 agent 能做什么样的高价值任务是不是变得更重要了？你要从提升顶尖模型的能力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让 agent 去替代更高价值的任务是重要的，因为更高价值的任务它意味着更长的 context，然后意味着更多的 token 消耗量，它肯定是更多 token 消耗量，然后意味着它替代人的它最终这个能替代到最顶尖那一群人的智能就够了。其实因为下边那一群人的智能是可以慢慢的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替代掉的，比如说 robotics。 对，然后总之就是如果说要为了 for 追求更强的某些能力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完全 for 更高价值的场景做是更有价值的。对，但另外一个演变角度是说，你是要做一个对全社会更有益的，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一个模型，那么就不应该 for 更高价值的场景去做，而是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个模型的智能水平，那么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做法了，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做法。对，是一个普适度更高的任务，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就比如说在这种场景里边，你就更需要在乎多模态，因为在更广泛场景里边，多模态尤其是对于视频的理解，对于一些更细微的环境的理解，然后它是更关键的。然后以及就是要注重成本是产生革命非常重要的因素。就你不能说你完成一个任务要花1000刀，对吧？那我觉得很多任务场景，就除了很多任务场景，觉得它必须要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替换系数比，就你能帮我节省10倍的成本，我可能才会考虑去试吧。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做一个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高速度的这样的一套 agent 的框架以及对应结合的模型，那就很关键。所以这是两种发展思路。对，你会怎么定义2026年？我觉得我很难去定义它，因为我觉得2个月都已经现在对我来说是发展巨变的。就我们做2周的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就让我们很难相信这是2周内做的事情，就在过去2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一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基本上是处于在这种
高度兴奋的状态。我很好奇啊，就是从2022年底 ChatGPT 诞生，然后当时大家就觉得 AI 一定是生产力革命，到今天就发展3年，你觉得它带来了哪些先决条件，让今天的生产力爆发可能成为一个更可能的时间点？就是它的是哪些条件变得成熟了？就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点是不再是算法工程师在做这个事情了。我自己会把这个事儿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节点。就之前是你会觉得只有researcher 或者说算法的人再去考虑怎么去提升智能水平。但你现在会发现，还会有就是所有懂写代码人、不写代码人都在一块儿去考虑，去提升模型的去提升这整个东西的智能水平。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差异。就不管是他是在写 skills 也好，去盖 agent 的框架也好，还是去设计更好的研究范式也好，这是3个层面。其实，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在让自己的智能去加速这个事情，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变化。我突然想到 Peak 去年底的那一期播客里的最后一句话，他就说 agent 的进化需要所有人参与。对，所以现在是让我有这种感觉，而且其实现在已经是了，只是现在唯一没发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agent 跟人怎么更好的更加速，因为 agent 也要自迭代，人也要自迭代，通过聊天嘛。对，聊天是一种，然后那会不会有一些更自然的方式？你有一些思考吗？就比如说，我要是真的能带一个非常好的设备，一整天跟着我，然后我所有说的话，我见过的人他都知道，我觉得他进化速度应该比我快。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比我快，因为他后边依赖的算力会更多，然后他会很快替代我。对，而且他不会今天记得明天不记得，他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他是只有进化的一条曲线，而且他乐此不疲，他不需要休息。你刚刚提到那个说国内的人用 OpenClaw 更热情，那完全人现在是怎么评价的？模型公司的人不是很 care 这个东西，我感觉模型公司的人不是很 care 的事情。OK， 那真的跟我们蛮不一样。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不难。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事情不难。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它整个 agent 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巧妙的。我说这个巧妙是指，我觉得它弥补了很多模型短板。它是怎么巧妙的去构建的这个编排啊？我怀疑这个原因是它最开始是基于 Cloud 的上一代模型去做的。就 Cloud 的上一代4.5，哪怕是 Ops、Sonnet 其实是不够那么强的，所以你就要必须在系统的设计上 agent 的框架的设计上，你要设计的更精细一点，去把它这个短板给补起来。对，然后这就导致了Ops 进步了，但是国内的大部分的模型可能刚靠近 Cloud 4.5 Sonnet 和 Ops 的水平，然后反而这两个在这儿握手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原因。那如果模型能提高的话，它这些精巧编排还需要吗？还是需要的，就是出于对成本的考量是需要的。就是我们永远会去追求一个成本和效率最低的一套方案。这个是生产力革命的非常前置的要求，所以不可能说我们所有的场景都用最顶尖的模型，因为它太贵了。所以更有可能是 agent 在进化，模型在进化，然后模型进化的方式有可能是同一个水平的模型在越变越小，它也是一种进化。虽然我们没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它确实是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激活10B 的一个模型，可能过1年它就能做到 Cloud 4.6 Ops 的水平，这个是极大概率会发生。那激活10B 的模型是很便宜的，然后可能1-2块钱就能有100万的上下文。所以那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小的模型，它反应速度更快更灵敏，基于这套 agent 框架还很好用，你还可以改这套框架，那为什么不拥抱它了？对。所以它其实让不那么好的模型有了更好发挥的空间。对，它的上限更高。对。所以其实更符合国内的叙事，对吧？不知道国内叙事什么，但是会让人很想用它，很想用它替代自己的工作。
所以需要小尺寸的端侧模型爆发吗？这个趋势肯定会发生，但是我觉得它不是26年的一个主要的旋律，它是一个支线，而且是会持续发生的事情。26年的主要旋律就是生产力的变革，高生产力场景的持续突破，所以我们要做更长程的任务，然后更强调多 agent 之间的协作，因为更复杂任务它不可能是单一 agent 去做的，但多 agent 的协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成本的考量，对，成本和时间的考量，对，然后以及怎么去激发agent 的这个群体的智慧。我现在觉得现在市场上的现在已经看到的 multi agent 的工作都有点伪。我说这个伪是说真的依赖于 multi agent 能够实现更好的最终的任务的完成率，在这个维度上我觉得是有点伪的，但是它能提升效率，就是速度，就是这个任务完成最终的速度，以及它最终能够节省成本，这个是确定的 multi agent。但我没有看到说 multi agent 一定最终能够实现一个更高上限的一个东西，但它会发生，它这部分只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所以今年的趋势其实跟前3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我自己是这么感知到的。拼命的人跟我说，他们觉得他们跟豆包已经开始玩不一样的游戏了。豆包、元宝、阿里都在玩互联网产品的游戏，因为他们在打 DAU。然后 Kimi 的人他们是觉得他们在就是走了 Anthropic 那条路。你们在玩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啊？就可能我们追求的事情是，我自己觉得什么时候能够超越自己吧。我是这么去定义的，因为我觉得我对 AGI 的一个定义会非常的模糊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AGI 的定义。那 AGI 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感知到的，就是因为你发现每个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工作方式已经为之长达很长的时间，已经慢慢的被它改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追求 DAU， 追求这些东西，它并不会改变我，它并不会促成这个目标，就是让这个模型代替我，它并不会促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在想这些事情。而如果说我们去追求一些中线的目标比如说你去追求 token 消耗量，你去追求它完成更高价值的任务，它是在往这个目标去靠近的。对，因为要完成可能替代我自己的任务，它确实是需要更多的 token 消耗量，它需要具备更复杂的 context，它需要去调动其他人的智能水平，团队管理其实就是要去调动其他人的智能水平，对，所以技术创新也是你需要具备更多的数据的访问的权限，你需要具备给你一个集群你会用一个 GPU 集群你会用它，并且你还要自己去定义一套评估标准，当你在这个集群上训了个模型过后，你怎么去验证？这些事情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应该让这个模型结合一套框架本身，应该去完成这些事情和任务，而不是去追求另外一个叙事上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太理解他们那个叙事吧。你说 DAU 的叙事是吧？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叙事就不太符合我自己的我们做研究的一个路径。过去2个月，你觉得你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生活就是亢奋还要亢奋，就是你感觉每天都会发现 agent 的框架本身或模型本身又进步了。所以今年带了给你很强的 aha moment， 这个可能比过去 chatbot 更强。对，而且它是持续的，就你感觉它停不下来。这是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 R1 可能就是那一阵儿，就你去体验它的那一刻，你用到它了，然后你发现它具备很好的思考能力了，然后这个思考能力从 Code 跟 Master 外放到其他领域，也就是那一刻，然后那一刻完过后，你没有感觉它有持续性，但 agent 这个事儿上，你会觉得它一直在持续。我觉得这种持续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有这样的持续性，所以你会更坚信这个事儿它在全面加速。有什么样的一个任务是你过去觉得它绝对不可能做到，但是今天它可以做到的？就训模型这个事儿，我自己觉得以前我认为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涉及到跟一个更复杂的比如深度学习平台的融合，听起来就
就不太靠谱。然后以及你怎么去让模型具备你有的 context， 因为一个研究员他有的 context 是很长的，就你要经过很长的科研的培养，比如说一个博士他有5年的科研的培养，对吧？你怎么让一个大模型跟你有一样的 context， 这个事儿是很难的。我之前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最近发现，原来他很聪明到你只要把你近期的 context 告诉他，他甚至能帮你复原出来你自己的科研的成长的路径。你让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讨论同样的 topic 的时候，你发现他跟你一样聪明，就这个事儿是很残酷的。就我之前认为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已经是足够有创造力，足够不会被 skill 化，不会被 workflow 化的，但我现在发现他竟然也能，然后也就是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真的能训一个跟我们能训出来的模型，他也能训出来了。那他可不可以训出更强的模型呢？然后他就自己左脚踩右脚就提升了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对，所以他可能真的能依靠于他自己产生更强的智能进化，他先吸收所有人的智能，然后再靠自己产生更强的智能。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就在这1-2年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听你的整个描述，我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你训模型的方式好像和你管团队的方式有某种相似性。主要的原因是它确实需要群体智能。对，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不是，就是它需要每个环节上都是足够 believe 和极致的人。对，什么叫群体智能？在模型训练上，可能不同的 agent 它需要有自己的 context， 然后有自己 context 的原因是，当模型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有自己的独立的 context， 它会更专注。对，专注还是蛮重要的，就你的 context 不被混乱，然后它能完成的更准。然后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训模型可能需要非常懂英法人，然后去写一套非常好的训练或推理的架构，然后需要他从推理的视野去倒推跟做能懂模型评估以及模型训练人一块去定一个非常好的模型结构，有这样一个中间的 connection 的合作。然后这个非常懂模型训练和懂模型评估的人又要学会去跟做数据的同学去进入的去沟通，说 OK 我们要赋予模型什么样的能力，我们需要去构造什么样的数据。然后同时呢，做数据这一群人，他又同时需要参与预训练跟后训练，因为预训练跟后训练它的数据的 sense 是通的。对，然后这里边其实你要真分的话，还是有很多 sub agent 的，但这些 sub agent 之间，他们的 context 有独立的地方，也有关联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样一套复杂的框架，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能够被模拟出来的。确实能够被模拟出来的。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自己玩 OpenCode 的第2天我就开始让他去，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我就让我家里边的每个人，就我爸爸、我妈妈，然后我老公，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sub agent， 我们搭到一个飞书群，每个人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的独立的 sub agent 去聊天，然后他自己进化，然后然后我就会在那个群里边委派一个任务给他们的 sub agent 让他们干。然后因为我们的 context 是不一样的，然后让他干，确实他会 context， 因为他有更好的 context， 所以他会干得更好。也就是这样一个很粗浅的尝试，让我相信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同样很简单的事情，他换到一个更高复杂度、更有创造力的场景，只要模型的能力跟 agent 的框架本身在进化，应该是也是可能做到的。我想到刚才有一个点，就是关于框架，你要不要有一个完整的表述，就是智能体的框架？智能体的框架，其实智能体的框架，我认为是一个现在就有很多形容词去形容它，比如说 Harness、Scaffold，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形容词，就我没有特别去专注说哪个形容词是更准确的，对，然后我更关注的是这个框架本身它带来的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就比如说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它其实应该是去尽量去弥补在行动上的缺陷的。
很多东西都是在弥补行动上的缺陷，就比如说很好的 memory 系统是弥补行动上的缺陷，然后接入到了更多的广泛的 message 的 channel 是弥补行动上的缺陷，然后以及它更主动，不管是定时任务的主动，还是它有一些其他方式一些主动的设计，以及它自我去更新迭代，其实这些都是在弥补行动上的缺陷。因为大模型是你给它不管是你给它越好的 context，它肯定执行的效果越高。所以你要是能把这些它获取不到的 context， 这些行动上的 context 都给它，那么它肯定会完成的更好。所以这是我看一个好的框架的时候，我会看它有没有这些要素。然后那么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环是评估，就是一个好的框架本身，它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可泛化的一套评估体系的，对，然后这样它才可能自迭代。然后这里边是现在已有的评估体系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它只是为了防止它不出致命性的错误，对。然后那么怎么有一个更有泛化力的一套评估体系，然后来促进这一套框架自迭代。其实现在是把最高阶那一群人当评估，就是你交给他一个更难的任务，更高价值场景的任务，然后他完成不了，你会给他提供补充信息嘛？然后你也会给他指出来哪儿错了，然后 push 他经过更多人的交互能把这个任务给完成。所以其实本质上是现在是这群人在当评估，但是这个评估会慢慢的被框架吸收，框架会设计很多东西来确保在某些确定的场景我能评准，同时也会被模型能力吸收，就模型会学会像人一样，当我采用这个方法或思路做到这儿瓶颈的，或者说怎么样，他会自己采取另外一种思路，或者说自己去反思就像人一样去反思。当然了，他是不是借助他自己，还是他是去借助一个更 super 的 agent， 还是一个其他领域的子 agent， 那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是目前这些框架还没有太去，其实最近1个月已经有一些框架在去关注这些事情了。对，因为在 OpenCloud 发了之后，就国内的很多团队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你觉得他们有不同吗？比如说 QQ 的团队有，你们团队有，Kimi 有 ，Minimax 有，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大概只试了一半，对，只试了一半，我觉得大同小异，就是让这个大同小异真的就是让 OpenCloud 变成一个类 chat 的形态，让你去感受到。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至少在改 agent 的框架本身，我觉得你这种产品你知道要去迭代框架本身吧，还没有看到一个比 OpenCloud 开源社区进步更快的。因为 OpenCloud 开源社区进步太快了，然后我还没有看到比这个开源社区进步的更快的这样一个 agent 的框架或者说产品出现，我还没看到，所以我宁愿用最新的 OpenCloud。你看，OpenCloud 不久之后就卖给了 OpenAI， 你觉得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这种非常不错的产品公司最后还是并给了模型公司？这是不是说明没有模型做产品还是比较难的？对，我觉得就这两个应该是一定也要深度耦合的一个事情。然后但很好的是 OpenCloud 它开源的这个事儿没变，所以你还是可以在这套框架的基础上大家一块儿去设计更好的 agent 的架构，所以这个事儿本身没变，只是说可能做这个事儿的一部分人的立场变了而已，然后这个立场变了 maybe 是好事儿，有可能是坏事儿，但总之它不影响 OpenCloud 本身开源的属性，我觉得就至少我说这种群体演变这种可能性和基因火种是保留的，那就挺好的。那我们来接着聊聊模型。上次我们聊天其实是在你们的 VR Flash 发了之后，这次已经又发了3个新模型 Pro、Omni 和 TTS，并且你把它称之为一次悄无声息的伏击。为什么这么说呀？为什么是悄无声息的，又为什么是伏击？首先它这3个模型它在 agent 的场景下表现能力提升这么快，或者说我们能这么快去追上在复杂的 agent 的架构里边它表现这么稳定，是超我们预期的，就是不是我们计划的非常好的，而是
我们一下大家觉醒了，然后就爆发了。你们觉醒了，对，然后就对，是这样的一个 context，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安静的。我说安静，就是因为外部不知道，我们自己内部也是快速发生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在1年前去做这么多模态的时候，其实更多的角度还是说如果真正产生智能，应该这个智能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所以去做了对多模态的一个理解，以及最终你产生你智能最终要产生价值，一定是要有交互的，所以要去做语音的生成。对，但这只是但1年前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还不是很明朗，就你还是觉得你还是在做一个单一的模型。你在做一个多模态理解模型，你在做一个语音的生成模型，然后你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去被组织和编排到一起。然后当我看到 OpenClaw 的时候，我自己就一下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些模型在各自在什么样的环节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能够怎么被有效编排，然后以及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大的一个生态的价值，一下我觉得就在我的脑子里边就全部给打通了。所以我们快速的让所有方向都要面临到这个范式去做后训练的针对的设计。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现在如果能在 OpenClaw Code 里边同时用这几个模型化，你会发现把它串起来很好用。就肯定比用其他家模型可能好用一些。然后或者说至少这是我们往后迈进的一个目标。那为什么还是后面这3个模型不是合到一个模型里边去？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出于对于成本和速度和价格的一个考量。就比如说语音生成，你没有必要去用一个1T 的模型，它的实验你也接受不了。对，然后比如说多模态的理解，它是不是值得一个更大的模型？然后那么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是要去打个问号的。然后因为我觉得 agent 的革命就本质上真的是生产力你就必须要足够去在意最终它端到端的完成率以及它的成本效率。对，然后这是现在3个模型同步出现的一些原因，然后以及我们后面应该也会有一些计划，怎么让3个模型更好的协作。对，就是你所谓的编排，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 know how 吗？怎么样编排是更好的编排？首先你从任务类型来说，比如说你最简单的绝大部分的任务类型，你其实是可以只用语言模型来做的。对，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完成整个任务的环节太长了，在某些环节上，如果你意识到你是需要调用你其他像人一样感官能力的时候，然后你就去用另外一个更精巧的模型，让它来做得更好，类似于这样的。然后而且因为这3个模型是同一个生态训的，所以你能知道他们的 background， 你能知道我知道的知识他也是知道的，然后所以你能放心的把你觉得他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做，你不会担心他不知道你有的背景知识，就这个背景知识是来自于预训练的。目前这些3个模型在同一个 agent 框架里边去释放出来的潜力，跟你去组装其他模型能释放出来的潜力的差距是很微弱的，目前是很微弱的，但我认为未来不会。因为未来它是一个效果、成本、效率3者的一个成绩，就未来你不会觉得，但是目前你会觉得它是微弱的。这3个模型你们在 bet 什么样？这3个模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我觉得在 bet 全方面去替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就必须要具备这些能力。你看 Pro 我觉得它是在做理解和认知，做更复杂的调度。Omni 是在做感知，TTS 是在做音频声音的输出，它是一种表达。对，这3个加起来是一种类人的智能吗？反正他把人有的智能的表象输入和输出给建模了。对，但是他有没有人的各个感官之间的协同那么好，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做到。但这也不纯粹是模型上没有做到，还有就是框架上也没有做到。就比如说现在 OpenClaw 它对于视频的理解和建模是非常差的，它整套架构。为什么呢？因为开源社区没有一套对于音视频联合理解的非常好的开源模型的出现。
然后并且这个模型还有很强的 agent 的能力，就没有这样的模型出现，所以它在框架上的发展是滞后的，所以它现在对视频的理解会回退到去理解图甚至到最终会回退到理解 caption 上，就回退到一个纯文本的智能水平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做开源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开源界看到一个更强的视频理解的声音生成的这样的一些模型过后，它对应的框架才会发生改变。对，然后只有这两个，就框架其实它是一个协调层吧，对，只有这个协调这一层，然后以及这个模型这个智能的中枢这一层，这两层很好的交融的时候，那么可能才会达到类人的智能。那我们来围绕着 VR 一个一个来聊。虽然 Flash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它是你们去年12月16号发布的。当时做 Flash 的时候，你们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呀？其实这个被大家认为是你在小米的第一个工作，第一个作品。其实 Flash 跟 Pro 基本上是同期训练的。然后因为他们的模型结构非常近似。但是我们在设计VR 这一系列，不管是 Mimo VR Flash 还是 Pro 的时候，这个模型架构本身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 for non-cognitive 的效率来设计模型结构。当时是有隐隐约约预感到 agent 的时代 non-cognitive 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有预感到 non-cognitive 会产生智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预想到会不会是 OpenClaw 其实这种形式哈。但是已经预感到 non-cognitive 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后那么non-cognitive 的效果以及最关键的推理效率，就是你的成本和你的速度要很快。成本够低，速度够快，那么就是我们这一代模型结构必须要去追求永恒的命题。因为你成本够低，速度够快，你有可能可以把1兆做到10兆甚至100兆。其实现在所有的模型结构它都能训到100兆。它为啥不把这个模型提供100兆的推理？除了效果一般以外，我觉得更多是出于对成本的考量。就100兆太贵了，就是你可能到后边1兆过后到100兆这个范围内，它非常贵，贵到你根本就不想用它。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目标去设计的这个就是 hybrid attention 的结构。当时其实另外一个更主流的选择是用 MA， 就包括现在我觉得同期跟我们开始训练的应该是 GLM 跟 Kimi。Kimi 更早一些，K2 更早一些。然后其实他们都选择了 MA， 就 DeepSeek。其实 MA 对于 Chat 的时代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模型结构。因为它甚至它对于长文来说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模型结构，因为它大量去减少了 KV cache， 然后对于长文来说，你的 KV cache 很宝贵。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我认为是不那么去适合 agent 的这个范式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是因为 MA 在设计之初是为了去达到很好的仿存跟计算的一个比例，在当时的 H 系列的芯片上，为了实现一个更高的一个，就是我既不浪费我的算力，又不浪费我的又要把那个仿存的瓶颈给打破，所以是在这样一个架构下设计的。然后在这样架构下设计出来的模型架构，它没有任何可发挥的空间。我指可发挥的空间是指假设我们认为 KV cache 是重要的，并且我认为推理速度也是重要的，那我能不能用一些让它推理加速的方式，比如说最简单的推小编码 MTP 就是一种方式，然后让它实际上推理的时候加速 N 多倍。但是 MA 是不太行的，因为 MA 它已经达到一个L bound 和 memory bound 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临界点。你要是用 MTP 的话，你会发现它又卡在那个计算 bound 上。所以现在你看所有 MA 的模型结构不管是 GMO 也好 Kimi 也好，反正他们我猜测应该都没有上 MTP， 因为它上了过后它就被计算棒的，然后计算棒的它就很不划算，所以它的模型都会慢一些。你会觉得大家对 Mimo 的我们第一代 Flash 哪怕是 Pro Flash 能做到100到150 TPS， 然后 Pro 现在我们也能做到就看成本看成本，因为基本上是能做到60到100的。对，100 TPS 肯定会更贵一些。对，所以在这样，所以大家用 Mimo 的，不管是用 Flash 还是 Pro 的一个感觉是，哇，好快。对，然后这就是这个结构尤其是针对 non-cognitive efficient 的结构带来的一个优势。然后同时呢，
它成本够低，因为hybrid attention，包括在Pro 这一代上，我们给它拉到一个更极致的一个 hybrid 的比例，就它的复合层跟那个 sliding window 层的比例会更极致，达到了7:1的一个比例，所以它更省 KV cache，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一代结构上实现了通过 sliding window 去减少 KV cache， 让它在长吻上效果更能够支持更长的长上下吻，然后同时通过 MTP 把 sliding window attention 节省的那个算力，节省的那一些 attention 的算力，然后用 MTP 给它填上，这样子它能达到一个在实际推理的时候这个仿存跟计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然后同时又去兼顾了长上下吻的成本，然后以及它的推理速度，所以虽然我们设计模型之初没想那么多，但是基本上就完美的非常适合做 agent， 因为 agent 对 agent 来说长上下吻非常关键，然后很小的 KV cache 也很关键，因为你很小的 KV cache 你能做更多的多节的缓存命中的话会非常有利于节省你的推理的成本，然后再其次就是速度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命题，然后你一旦体验到了更快的模型以及智能水平相当的更快的模型，你就回不到那个更慢的模型的水平了。对，所以我觉得Mimo VR、Flash 和 Pro 大概是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同期的开始去进行训练的。放在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MTP 的选择还真的是蛮后验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已经快训到中后期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把这个模型开始为它去设计推理方案了，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那一代的推理卡上去实际的去设计推理的并行方案的时候，发现它的计算剩余的实在太多了，就我们没有想到它会剩余这么多，然后所以那你就想的是怎么把这些剩余的计算给它有效利用起来，那么 MTP 太适合了。然后但是我们在预训练阶段加上 MTP 的原因是它确实能提升基座的能力，这个我们跟 DeepSeek 是一样的，就是预训练加 MTP 是因为 MTP 能提升它的基座的能力。推理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我们用 MTP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模型结构天然在计算上留有大量的富裕，然后这个事儿是我们在后边去设计推理架构的时候很突然有一天悟到的，当然也不是突然有一天，就是你去仔细的去算那个推理的各方面的一些数字的时候，你就知道，然后你可以也用spell，你可以用推敲编码，然后把这些剩余的算力给利用起来。恰好我们又训了 MTP， 那个恰好用起来了，就其实很自然的一个探索的延伸。为什么它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大家太相信 MA 了，我觉得，大家太相信 MA 了，就是大家因为 MA 它确实太巧妙了，就它在模型结构上把它能做到的全做到极致了，所以在我觉得25年上半年如果要去训模型的话，训一个基座模型的话，那么其实 MA 确实是一个不错选择，尤其是当没有看到 non-convex 的价值和 agent 的这个范式的时候， MA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那它未来会成为主流吗？你觉得？我觉得应该不会，还是不会。MA 应该不会。对，我说 MTP 如果就看大家的下一代模型结构是什么样，我觉得现在模型结构设计大概有2个趋势，一个就是你真的在预训练阶段，你就想明白你后边推理的场景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在什么上卡去推，然后你要在多长的上下文上去推，你的推理的并行的方式是什么，你可能连这个都要想明白，那么你就可以设计一个针对这个场景和这个推理方式和这一款芯片的完美的结构，然后你去训这个结构，那么它的效率、成本各方面一定是最优的。就 MA 是在这样的 context 情况下被设计出来的，但是这个 context 它是建立在2个前提基础上的，一个前提是 post 训是不重要的，或者 post 训的时间是很短的，就你能1个月就把 post 训做完，你大部分时间在做 pre train， 所以你只需要 pre train for 这个推理本身就行了。第二个是你的推理卡
你永远就是用那么1个2个，或就甚至用那1个就是最好的。对，但这个事儿在当下是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因为现在是 poster train 的周期在拉长，你在一代基础上能做的 poster train 的上限是远远被激发出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 agent 的这个范式带来的。对，你有一个更高效的 context 的，就是其实 context 越长，它也是产生智能这种方式嘛。就你的模型能够被输入进更多的 context， 理解更多 context 的时候，那么你的潜力就越高。这个跟原来 chat 的这个范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来 chat 的范式，它的 context 就是人输的就是很短，所以它纯靠这个预训练。但是 agent 这个范式，它就是很吃 poster train，你对框架理解，对于怎么去所谓多agent的协作乱七八糟也好，反正它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在 poster train 上要去投入的算力，会可能跟 pre train 是相当的，所以你这个时间周期在拉长，那么在一个你比如说你 poster train 要做半年或1年的场景下，那么你前半年去假定的非常多的东西，它可能是失效的。就你假定要在什么上卡图，你假定你要在什么场景下达到更优的效果，它全是失效的，因为有可能当你做了 poster train 做了半年或1年过后，你会发现那些场景全变了。可能以前大家觉得128K 就够了，但现在大家觉得可能过几个月，大家觉得我需要10兆上下文，就类似于这样的逻辑。所以这样如果还是这样去做模型结构，它可能会失去一定的灵巧性。但是呢，如果说他的这个团队的 poster train 的效率足够跟得上，他的认知是能够这个 poster train 的认知是能够辅助 pre train 去做架构的正确的判断的话，那么有可能这种模式还是 work 的。就它设计一个精细的结构，想清楚推理卡类型，想清楚场景，那么它应该还是 work 的。对，然后但还有一种做结构的方式是另外一种，就是我在结构上更简洁一些，然后留有更多的富余度来去做后续在不同场景的一个适应和增强。就比如说我觉得 hybrid attention 它就是一个更简洁的结构，你可能它的简洁性体现在你可以靠 MTP 去做去把它的这个算力给它更充分的利用。对，然后也可以是后边你甚至于针对已经训练好的一个 hybrid 结构去增大sparse 或 full 的比例等等。反正就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更简洁的架构上的时候，其实你 agent 的发挥的空间反而在后训练发挥的空间反而会更大。成本下降是 MTP 给 Next Token Prediction 带来的优势吗？MTP 是如果它的命中率非常高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带来成本的下降的。相当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吐出了更多 token， 所以它把 GPU 的利用率打得更高，所以它本质上是在降低单 token 的生成的成本。你刚刚说了 MTP 的很多好处啊，那它会相应的带来一些幻觉吗？不会， MTP 它是因为它是会被 verify 的，然后只有你预测的准，我才会采纳你当前 token 的结果，所以它没有任何幻觉。好，刚才我们重点聊的是 Flash 上面用的 MTP，那你们还做了一些选择，就比如说混合注意力机制，你们当时选的是5层滑动窗口和全局注意力机制。这个你们这次其实有变了，应该说是这样子，可能我们的一个大致的大量的实验的一个结论是说 full attention 它的层数很重要，但是它的系数比反而可以有空间，就比如说所以你在更大的模型上，你的层数更多的时候，你可以保证 full attention 的层数总数不变，但是你增加更多的 sliding window attention 的层就可以了，就可能层数比这个系数比更重要，或者说在更大的参数的规模更大的 attention 的 head 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可以做到更稀疏的一个比例。对，应该是这2个结论的一个统一。对，导致我们可以在更大模型上做更高的稀疏比，就是 full 跟 sliding 的稀疏比。然后我们最近在做很多 sparse 的研究，也是发现更大模型它能够吃更大的attention 的 sparsity 的比例。对，就更大模型你可以更稀疏。然后但你小的模型你太稀疏了，你就模型效果就会 drop 的非常严重。对，
所以这是一个实验结果，它不会成为一个固定的标准。这是我们的实验结果，然后我不确定其他家是不是也 follow，也赞同同样也会有同样的实验结论。对，我觉得 Flash 还蛮有一点小米早期的风格的，因为就追求极致性价比嘛。这个是怎么定的呀？然后因为你们当时 API 的定价是输入是100万 token 1.01美金，然后输出是每100万 token 0.3美金。在当时看来肯定是最低的价格，最高的速度。你觉得当时是做对了什么，达到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是把该做的都做了，就是架构有一个 non-class 很 efficient 的架构，再加上 MTB 推更加速，再把 infra 我觉得最基础的基建做好基本上这个价格就能做到。就我觉得在预训练时代，你根据模型的框架优势来定价，确实是合理的，因为你的框架很强，然后最终最终使用者最终用户能感受到，其实纯粹是因为你的模型很强，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模型结构的方式来去进行定价，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后训练的范式，然后后训练范式是除了这个模型结构本身带来的优势以外，你还看你的 context 好不好，以及你这个模型对这个 context 的理解能力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它的定价逻辑应该发生变化，就不应该是根据我最终的这个推理成本来定价，而应该是根据我这个模型的最终产生的价值来进行定价。那么这个价值除了模型本身的架构的优势以外，还有就是模型它在后训练上做了足够好所以它能更好去理解这个 agent 的框架。对，这也是它的定价的一个溢价的空间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后边 Mimavera Pro 其实是抛弃了这样一个定价逻辑。我在你们那个 Tech Blog 里面看到，就是Flash， 你们是从一开始就想 bet reasoning coding 和 agentic 吗？我觉得做结构的时候，只是 bet 一个点，就只是 bet non-class 一定要做的建模效果够好，然后效率够高，推理效率够高，只 bet 这一个点，其他都没有想。我觉得预训练我认为不应该太至少我们那时是想不到更多的目标的。我也不认为一个架构本身的目标应该太过复杂，因为架构目标太过复杂，就是你的限制条件太多。那么如果这些限制条件最后你的 post train 要做很久，做到这些限制条件它都变成很伪的限制条件，那你这个结构不就白做了吗？对，所以我们没有对最开始的模型结构给强加更多的目标，我认为加更多目标是不合理的。Flash 帮你验证了什么？ Flash 帮我们验证了我们整个 infra 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先训 Flash 再训 Pro， 是两个一块训的。对，但 Flash 是一个相对小的工作，比较早期。也不早期，我们训了就发了，所以你们看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对，没有规划很早，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模型的训练都是在下半年进行的。对，去年的下半年。对，从 Flash 到 Pro， 你对 Pro 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当然那是同一时间。对，就是两个模型同步训练，我们相信这一代的架构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在训 Pro 的中组的过程中去解决了非常多的比如说训练数值的不稳定性。对，这个是训跟1T 参数量级的模型通常会遇到的很 struggle 的问题。对，老训着 loss spike， 老训着 OK， 某个激活值很大，然后那你要考虑怎么去或者说某些 expert 的分布变得很极端，然后像天花板一样，一会儿一批token打过去，一会儿有一批token又打到另外一个 expert 上，就很危险。这些信号很危险，会导致训练出现比如说 loss 典型的会出现很多 spike， 负载会典型的会很不均衡 ，expert 的负载会很不均衡。对，就在训更大模型上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看起来是同步训练，但 Pro 训练进度就会比 Flash 慢一点，因为就是你要解决中途这些让你训练不稳定性的要素，数值不稳定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对，然后这些要素就会非常锻炼一个团队的infra和算法中联合 debug 的能力，甚至有时候你怀疑到是不是哪个卡有问题，这是
最后如果发现所有的卡都排查了没有问题，你会怀疑是不是今天的太阳黑子报复。就你会知道怀疑到一些很玄学的问题上，就你要从很表层，然后查到很底层的因素。对，你刚才也提到1T 的模型可能是未来竞争的一个入场券，是这样吗？是 agent 的，你要做到接近 Cloud 4.6 Ops 的水平的这样一个入场券。你当时立项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模型对吧？为什么你当时就已经觉得一定要是1T 的？就首先我训过 DeepSeek V3这么大小600多700 B 的模型，你不会再想去训一个同样的模型，对，就肯定还是继续往下一步 scaling 嘛。所以 1T 是一个在我们当时已有的卡的数量情况下的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区间。对，是多少卡？几千卡，反正训这个模型是几千卡，但实际上我们要投入大量的卡去做研究。所以其实实际上的研究的卡会是实际训练卡的几倍。训练，比如说Memovir Pro 或 Flash， 其实各自训练可能几千卡就够了。但实际上你去投入做模型研究的卡会是这个卡的很多倍。我觉得3到5倍是一个更好的区间。就是不管是你前期的结构的研究，然后中后期的 post train 的很多算法上的研究，所以不是说我们拥有几千张卡就足以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说至少我觉得在卡的资源和储备上，目前来看，尤其在 agent 的范式下，其实卡的数量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瓶颈，因为 idea 的诞生和这个动手，你把它代码写出来太快了，然后你现在卡在什么呢？卡在卡上，就因为你那个 GPU 它的效率就在那儿，所以你要为了去验证这个 idea， 你去跑实验，然后你要并行的起很多实验，所以就卡在卡的瓶颈上，所以现在卡反而变成一个更关键的一个制约项。当然这只是 for 训练，那 for 推理的话，卡更是一个更关键因素。对，就推理卡的需求量远比训练会更高很多。训练、推理和实验这个最好是几比几？推理看用户数，对，或者说是看高价值场景消耗的 token 数，所以这个很多场景因人而异，对，所以就把推理拆开看。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说，就是 for 研究跟 for pre-train 和 for post-train， 对，我自己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卡的一个比例是可能3比1比1，对，对，就 pre-train post-train 应该比例是投入的算力是相当的，然后研究的比例应该至少是你正式起训练的卡总量的还要多一点，就你要额外留更多的卡来去做研究。过去的预训练和后训练的比例是多少？至少在恰的时代应该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比如说3比1 5比1，对，预训练跟后训练一个比例。这是今年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应该有很多团队都是1比1了。顶尖的团队应该都是1比1了。训练一个1T 的模型挑战是什么？我觉得全方位的挑战吧，基本上是全方位的挑战。就是数据上其实反而不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原因是，更大模型貌似对于更脏的数据的容忍程度更高。但是我不确定，对，我不确定，因为我们是同一批数据训的，所以我不确定。我只是说貌似。然后应该更主要挑战是你在在训练的历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我觉得第一步是你要发现问题，对，就比如说很多团队会把 loss spike 当做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会尽量的让它没有 loss spike，对，我们认为有 loss spike 肯定会导致某一步的更新，特别的不稳定，某些数值就异常值很大，就直接把某些参数或者说某些 expert 给它打死，就是参数更新过后，后面再也不会有 expert 送到再不会有 token 送到 expert 上，所以那你中间就有需要很严密的监控的系统，
就是你要去洞察这个模型参数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需要一套这样的一个监控系统。比如说你至少要去看看 Iceberg 的负载怎么样，去看看每一层参数的输入和输出是怎么样，它激活值有没有变得很异常。这些东西是NoSpec 发生过后你应该去看的事情，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团队都会去看这么细，这是我说的第一步，要发现问题。对，可能好多人就不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吧。然后发现问题过后，你再去想 ，OK，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导这样的问题的？比如说，有可能是系数比太高了，导致比如说负二层输出跟 sliding window 层的输出是至少数值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数值上的很大的差异就会导致一些数值不稳定，有可能是结构的原因，也有可能纯粹就是 infra bug， 比如说你哪通信的某个算子写错了，我们最后发现甚至有可能就是某个norm 上反正有点问题，你可能最后实在无奈的一个解决方式是你发现这一层的数值太大，你就给它要么就给它 clip 掉，要么就通过 norm 给它压下去，就是它有非常多解决方案。比如说通过 norm 压下去，它肯定是我认为肯定是会对模型效果有损的。clip 掉是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也会借鉴 Kimi 的 QK clip 的方式。当 QK 的某些 noise 非常大的时候，它实在影响模型的训练稳定的，你没办法，只能把它 clip 掉，这样至少能让训练更好进行下去，进行到一个稳态的时候，你再给它放开。对，类似就有太多的这种临时的，你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去倒推很多可能会产生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路径。这些路径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团队的跨团队。其实如果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它就是跨团队协作，然后但这个协作效率是极低的。然后如果是在一个很小的团队，一个创业性的团队，那么它就是考验这个环节上的关键几个人的配合程度，那么它就会更高效一些。然后以及如果这个环节上的每个人都足够的追求极致，就是追求极致，他就不能容忍你这儿突然这么干，那我们就必须停下时间来找问题。你们属于哪一边？我们肯定是属于小团队非常极致的类型。所以就会导致那么这样训练周期会被拉长，因为训练周期它肯定不会1-2个月就把它训完。那么训练周期拉长的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deadline 目标啊什么的，那你肯定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因为比如说大机显卡你停一天肯定就是100-200万200-300万的事儿。对，那么你怎么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损失？如果是在一个目标驱动的一个团队，可能会觉得停个2-3周去排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不知道是不是个问题，会不会对模型这种训练产生影响可能是一个不太能接受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去解决它，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说我要发布的一个目标。你们没有deadline？我们没有deadline，就我们觉得模型训好了我们再发。对，没有公司来的压力吗？没有，因为你们确实不是一个创业公司，对吧？不是一个创业团队。但实际上它就是个创业团队。我觉得Mimo 和还有包括 Micro 能做成，其实都是以创业的方式在运作的，所以它才能做成。训一个1T 的模型对你的管理难度是不是指数性的上升？没有，管理团队的难度是一样的。应该说不太存在管理，因为大家一块儿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对，就是你不需要去管理这几个人，就是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然后一起来解决问题，然后反而是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以身试法的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导向。训1T 模型是多大团队？很小的，我只是说训练这个事儿本身，但你做数据还需要那么几个人，也是几个人？对，几个人。还需要什么吗？可能还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基建的团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把卡集群给搭起来。这个是 infra 团队吗？这不是 infra 团队，这就是基础设施团队。这个团队可能需要有那么一点儿需要有经验的人，因为没有经验人他哪会出一些低级的问题。对，吃一些基础的运维设施的经验。那你们的诀窍是啥呀？本身我也没有觉得它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团队协作的事情。我觉得团队协作当然有优势，就比如说大家在卡资源巨量的情况下可以并行的去探索。
对做研究来说是有优势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对，我刚刚说的那种场景，发现一个可能是问题的问题，然后去深入排查原因去解决它，我并不认为它对这种模型训练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很大的团队是优势，反而很大的团队有可能是劣势。训这个模型过程中，你们团队状态是什么样的？团队状态是，原来做数据的做预训练数据的那一群人就去做后训练的，然后，做 infra 做训练框架，做推理 infra 人一块儿来去解决训练过程当中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是为什么预训练的人要去做后训练？很多样的原因哈。首先后训练的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你需要有很好的数据直觉，这还是蛮重要的。其次它是基于个人爱好兴趣产生的，对，它不太是基于你说我们这里需要人，你转一下，不是，大部分是大家自然而然发生的。但是我确实能够预料到哪些人会做这样的一种迁移，因为有很多能力特质上是很共性的，就比如说对数据的直觉，比如说会从模型效果去倒推一些算法的设计。其实做数据好多时候也是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可能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人的界定没有那么清晰，然后所以大部分人他会自然随着训练阶段的变化，自由的去选择下一个阶段更有想象空间的事情。对，你们现在是100人吗？我记得上次聊，现在已经到100人，但是这100人是包含就是所有链路上的人，就所有链路比如说数据采集，数据质量，pre-train 的 infra、post train， 然后包含甚至我们的开发，我们需要有一些开发，还有包含我们的产品，包含我们的数据白晓生，还有包含3个方向上的算法工程师，就是大致你可以发散就是语言、多模态和语音，对。然后这里边100个人里边实习生的比例是很高的，然后有部分实习生可能是在做一些更当下不会立马反映到这一代模型结构上的模型能力上的事情，所以其实真正投入到一代模型里边去迭代的人，我觉得是很少的，可能所有链路上加起来也就20-30个人，30-40个人，对，最多也就这么多人，20-30个人，20-30人比较均匀，对，这里没有不同的组的划分吗？没有。没有组的，所以你1对100，差不多是。为什么没有组的划分？比如说为什么不分预训练组，不分后训练组？因为很多人他会对2个方向都感兴趣。如果你组划分的非常的清晰和固定的话，那么其实是在扼杀一部分人的创造力，对，或者说扼杀他未来的成长空间。第二个就是，我确实也不认为做后训练的人，如果说做后训练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式变化是，他需要具备 diversity 这个视野。很多做后训练的人，他是怼着一个场景去做，他没有这种多样性的视野。但是做预训练的人，第一应该关注的事情是多样性，因为他不能往这个模型里边塞一小部分数据，他要塞多样性更好的数据。所以其实做预训练的人去做后训练有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会天然更在乎多样性。然后就他就是个很好的补充嘛，他就是个很好的补充。当然也有人他一直只做后训练，他就比如说他只研究强化学习，所以他一直做后训练。或者说叫 mid train 吧，对，就 anyway 就是就至少我们不要在组织结构上去给某些按场景来把某些人的这个我认为是创造力给他扼杀在这个场景里边，那就很奇怪。在我来看，对，没有组也就没有 leader。有推动实际这个项目往前运作的人，对，但是它都是很模糊的。就比如说，可能这个项目要往前走，比如说我们要训 Memory Pro 的预训练，然后或者说后训练，可能有实际往前去推动的人，但这个人他并不对参与这个项目人有绝对的控制权，对，就是没有职级，对吗？对，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小米本身是有职级的。本来我们这个团队的整个的
组织结构就是完全结合的。没有职级，你觉得对于做 AI 很重要是吗？做大模型，没有职级，没有组，这个对于智能涌现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平权本身是有价值的，就是平权本身是有利于所有人去平等的贡献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对，任何层级应该一定程度上都是在规范和约束，然后规范和约束本身，我自己认为是压制创造力的。然后以及有层级过后，他就默认这个层级上的人应该有更强的超越所有人的一个智能。对，这个很奇怪，这个界定非常奇怪。我觉得不太会存在有，对，所以反而更扁平。然后尤其是对于最重要的那个 leader 的人，他不要有特别强的这种掌控感，然后以及这种觉得没了我就不行这种我觉得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反而不是很有利于一个创新团队的发生。那虽然你说没有管理啊，那实际上怎么管理呢？靠热爱驱动管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我自己发现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对，就去选择激发大家的热情，然后让大家围绕着自己愿意信仰的事情去自驱做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比较坚信的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你有什么驱动热情的方法？让大家认识到一个新的事情，让大家去体验，其实是驱动他热情非常重要的方式。比如说 Open Cloud，这是一种体验方式。你对看起来用了一个非常极端，说你不用你没有100轮的对话，你明天就辞职，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但是你的目的是体验，是吗？对，我也不会最终去考核，我第二天也不会去考核大家，说 OK 你真的有没有用，因为我觉得那不关键。然后我只在乎你有没有真的去用这个动作，是不是真的达到100轮，那只是一个量词而已。所以你还有什么用热爱驱动大家的方法？体验？就其实筛选人的时候也很关键，就是很多人你可以从他过往的经历看出来，他到底是在围绕着什么样的目标在做事情。对，就靠热爱驱动做事情的人的特质会非常的special。对，就你跟他聊天过程中应该就能感受出来。也就有的人他会为了很多奇奇怪怪目标做事情，但为了热爱驱动做事情的人是非常明显的。怎么明显？我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多量化指标，但是我去跟他聊天，我能直接感受到，就是能 sense 到。对，你们在这个1T 的模型的训练有失败吗？还是一次就成功了？就是看怎么定义失败。就比如说你训到loss 直接飘了这种，那应该中途还是发生过那么几次的。几次我现在都不知道几次了，反正2、3次总是有的。对，就 loss 直接飞了，然后但是他比如说训了几百步又回来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是应该停下来解决，还是应该继续往前训呢？解决，我们认为是应该要解决，就应该停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他其实就这样跳上去啊，几百步维护，然后又这样下来了，我们认为应该停下来解决，所以就会停下来去解决它，让它 loss 更平稳的度过。一般会停下来几天？这就不好说了，就几天也有可能，1、2周都有可能，最长的时候有2周。停2周焦虑吗？不焦虑，因为我没有什么目标。当然了，你那么多卡，你天天做一堆实验。今天我想这么去排插队，感觉是这个原因了，快改了又跑起来，第二天看又这样子，或者说晚上那反正晚上都睡不好。然后我经常晚上做梦说，为什么 loss 又 spike？ 我烂几条让脑子。那就这种，就其实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但是你还是会崩溃嘛，所以还是有很多很沮丧的瞬间的。但是虽然没有明确的节点，但是卡，就是它是有限的，对不对？对，你会觉得你可能浪费了算力资源在做一些无用的实验，就是有这样的自我的批判，觉得对。所以参数量能决定智力的上限吗？就是越大的模型越好。我现在觉得是参数量加上 context 本身。对，
就这两个是共同决定的。但至少要达到当代大家觉得最强的 agent 的水平，我觉得一定要1T 以上的参数规模才能做到，才能让大家觉得你已经非常接近于4.6 ops 这样的水。但我不知道它多大，我只是觉得我自己认为至少要1T 以上才能做到，总参1T 以上。当然更激活的更关键的还是激活参数。对，所以但激活参数越大，比如说你总参都是1T，你激活参数越大，就意味着更高的推理成本。对，所以它就是一个 trade off 嘛。为什么从5:1提升到了7:1，就是混合注意力机制？我觉得我们追求一个更极致的一个系数比，就是 full 跟 sparse，full 跟 steady window 的一个系数比。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我们希望在更大的架构里边去做更高效的 non-context。对，因为更大架构，如果你的 full attention 的层数变多了，如果你的总参变多，你的 full attention 的层数也随之变多，那么其实在长文的情况下，它同样会变得非常的崩溃，因为你的 full attention 的层数变多了。但如果你扩大参数量的时候，你的 full attention 的层数没有变，那么有可能你的长文 Pro 跟 Flash 2代模型效率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 Pro 的智能水平是提升了的。所以我们希望在一个长文的效率相当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它模型在 scaling 它的水平的上限。所以我们是比较去控制住这个效率本身的。但是控制住效率本身，后面在 agent 的时代也有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就是那既然这个更大模型它的长文效率很高，对吧哈？那我就可以塞更多的上下文，然后它就又更强。对，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背景。对于这个 1T 的基座，你们的几个决策，第一个是混合注意力机制，刚才我们聊过了，然后再就是 EM 的上下文窗口，这个在做的时候是否有丢失的情况？EM 它还是要训的，就是长上下文它还是要训练的。就问题的关键是你从哪儿真的去搞到在一兆的上下文的窗口里边去，有那么多很稠密的监督信号，我觉得，这个很难找到这样的数据，或者说这样的数据的构造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其实你要站到中局的思维来看，你只要有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1T 的 token 量，而且它都是一兆的真正的长上下文，那么你的模型的我认为你的模型一兆能力肯定能训上去。你只要 noise 一直在降低，它就是在建模，在压缩，那么它就一定能训上去。但问题的关键是你很难去构造出来真正1T 1兆的 context， 你真的很难去构造出来，就是要么就成本太高，要么你就很难找到这样的场景，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有所以这个 non-context 的效果是缓慢在提升的，慢慢去提升。然后你们还有第三个就是 MTP， 这个是延续的 Flash， 这有变化吗？对，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其实就是预训练的时候训一层，然后 mid 训的时候再训额外更多的层，然后预训练训一层是为了去提升基座能力，后面post 去训更多层是为了推理的时候用更多层实现更好的推理加速。对，关于 Pro 的技术要点，除了刚才3个我没有遗漏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聊的已经非常透了。所以 Pro 是几个月前开始做的，那另外2个呢？同期，基本上都同期，都是那个时候开始规划的。对，其实都是大概是3个方向同期再往前去推进的。Pro 加上 Omni 加上 TTS， 它好像整个的 V2 家族是在指向多模态的叙事，但是它的模态又非常的不一样。文字是离散的 token， 图片是像素矩阵，音频又是波形，你们怎么去做这个融合呢？其实我们还是想尽量把它统一到 language model 的范式下，所以至少在音频的建模上，我们想要把它离散化，变成跟文本一样的离散的 token 的 ID。然后，所以我们在音频上在这个事情上是投入了比较多的研究的算力，说怎么去进行离散的音频的建模，而且我们希望这个离散音频的建模尽量做到无损的一个离散化。
对，因为大家还是不太相信说你怎么把一些连续的输入变成离散，最后还能重建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是需要非常多对 encoder 更精细的，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多层的 RVQ 来保证它的离散的表征是一个非常大的像凳子一样的高维的空间。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预训练来去让它开始涌现。如果你基于连续的特征做，可能很快就涌现了，但你基于离散的特征做，你会更难去建模，它的涌现出现的时间段会更晚。然后，所以我们至少在音频上是开始了这个尝试，然后也会迁移到后边其他模态。我们还是就比较想用一套更优雅的架构来去做整个多模态输入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统一而去做这整套架构。就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发现确实，比如说在图像上离散确实是不那么可行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会寻求到一种说目前更主流的一种架构里边去，因为我们优先要保证的是这个模型它要具备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水平，而不是追求为了统一优雅的一个范式。对，音频统一到 LLM 里去容易吗？应该我们还蛮另类的。对，就我们应该挺内，就我们的技术架构应该是非常另类的。我知道应该国外的御三家也好，国内像豆包也做的蛮好的，应该都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架构。你为什么选这个架构？就是做 NLP 的人执念吧，就我们做音频人全是做 NLP 的人，所以有这个执念，就觉得相信它啊，然后就去做了。那图片能这么做吗？能，我们已经尝试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你们能用 LLM 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方式。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权衡，就是就像我说的，你要做到真的无损的一个重建，是需要投入更多的算力、更长的研究成本在的，它是个权衡。对，至少在音频上我们已经迈过去了。图片呢，迈过去了没有？图片正在进行中，不知道能不能迈过去。如果迈过去，这会带来什么呀？这会带来更大的想象力吗？更优雅的结构。我最开始是认为，如果我们把它统一都离散化，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套基础架构去解决这个问题，同一套预训练基础架构，同一套做 R 的基础架构，很优雅的把所有的范式都统一了，就它太简洁了。这是如果真能做到的话。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有 QR Code 和顶尖的模型过后，这些架构，比如说我们重新去写一套 R Infra 的架构，重新去写一套Training Infra 的架构，我们最近就已经完全在从头去写一些新的架构。我原来以为写这些架构蛮耗费人力、蛮耗费时间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在 Agent 的支持下，写这些架构的时间被大量缩短。那你其实就没有必要为了架构的优雅性去做很多为了统一而统一的研究。这是最近的变化，1个月内的变化。但是之前你是希望统一的。对，执念就之前是来自于这种NLP 的执念，就是所有东西离散、优雅、监督信号更清晰，然后你可以做 NTP， 做 Less Term Prediction， 然后你可以所有复用所有现在的 infra， 哇，多爽呀！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infra 重新写一套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几个人可能靠 code 你就2-3周，你就可以重新捏一套新的 R5 框架。那为什么要因为我后训练的 infra 架构的统一性去牺牲，让前面模型结构牺牲这么大？对，但是 Omni 在做的时候，它是走了一条就是有别于分别处理各模态再拼接的这个路线，对吧？它是构建了一个统一的，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倒没有，我们 Omni 的整个 VIT 上只是去做了一个，就它还是一个 VIT， 只是我们把它变得更高效了，它变成了一个hybrid 的 sliding window 的一个 VIT。对，但是我们表征本身并没有做太多的变化，就它还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表征，并没有做太多变化。为什么你们叫法叫做全模态而不是多模态？就是因为它支持确实是支持视频、音频、图片，
文本所有的模态。嗯然后也有一些 agentic 的模型是不支持音视频的联合理解的，然后它应该是第一个。第一个支持音视频联合理解，并且 agentic 能力能够做到跟 language model 水平差不多的。是不是有迹象能表明这种全模态或者多模态的理解力能够产生智能啊2个月前我很相信，然后最近的呢，就是反正在训欧美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稍微有点被，就是稍微有点质疑这个事情。对，但是我们后面还是发现了一些很好的迹象，就是比如说Mimavero Omni 它其实是比 Pro 小的，但是大家实际去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 Omni 的对世界的感知和领悟力上，或者说最终反映出来他的情商以及他的知识的储备上，会比更大的模型更强，因为它是原生动物态训练的。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2个方向上 scale 的，就在纯语言上 scale 的算力和这个原生动物态上 scale 的算力还不那么多，可能导致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原生动物态有那么强的一个本身动物态本身带来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但你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很多世界知识，因为他训过视频，所以他知道的更多。然后他对很多很细微的东西的感知力，你会发现他更强。但这些都是很虚的，都是我们自己去实际体感去测感知力。对，都是对感知力会更强。但是你在任何 benchmark 上，你是没有任何就纹丝不动，可以这么说，就是比是不是有可能 benchmark 错了？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所以我现在也不完全说，非常确定说 ，OK， 你要去理解多模态能力是最终实现所谓 AGI 路径的必要路径之一。我是不想去下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 AGI 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然后，尤其是在 agent 的这样一个可以把多个模型的能力给非常优雅的编排到一起的场景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非常去强调多模态最终是不是促进智能这个事情的。就是这个它有没有促进智能这件事情本身不关键，那多模态带来了什么？就我刚刚那2点，我觉得也目前我只观察到这2点，我现在还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带来在一套新的架构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做多模态生成 maybe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会生成它可能会促进更好的感知，但是你要是纯说把你的感知维度给它扩大，可能你是不太会促进智能的。但是如果你能生成它 maybe 是能促进智能的，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但是生成现在还是一个科研问题，或者说把生成跟理解做到一个统一的架构里边，目前还没有 scaling 到非常大的算力的backbone下。大部分的生成的架构还是纯 for 生成的，就是它并没有理解的智能。那你对于 Omni 这个模型的目标是什么呀？就是你设计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截止到目前为止，就是 agent 它要行动，它是必须要具备多种模态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目标。但下一个目标，我觉得不是这个，就下一个目标可能还是想去探索到说，当你结合多个空间的感知，甚至你能去生成更多的多模态的信号的时候，你会不会促进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但它就需要有一个。更直白说，它可能就需要有一个跟现在的 agent 的框架交互的更好的一个视频生成的模型。对，为什么你们没有披露 Omni 的总参数量和激活参数量？留点想象空间。给我们留点想象空间，就是我们相信，这个参数量可能能做到可能更接近于 Pro 的智能水平。虽然大家知道它比 Pro 小一些。只是小一些是吗？对，然后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俩能够互相迭代，我们希望他们俩能够互相，你提升我，我提升你，我们希望这么做。它跟 Pro 谁更重要？当然 Pro 更重要。
但就是纯语言空间去做通非常多的前置的研究是更重要的。那关于 TTS 有什么值得划重点？我觉得 TTS 就是一个，就我觉得我们做 TTS 的动机是我们想用我们自己认为一套优雅架构去做一个大家都用一个传统的架构做起来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其实你在试这个事。对。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事儿做完过后，我们发现用追求一个离散化 tokenizer 在万亿小时的在那个上千小时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过后，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模型的泛化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对比说，我们去训一个很小的模型，它泛化率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好？至少我们目前得到这个模型，大家能看到它你在给它输入很多多样的风格化的标签的时候，就不管是它会更智能，就是它会看到你的这个字本身，它会更通过推测你字表面的含义去赋予它的情感和音律。对，在这个事情上的泛化性上，我们是发现特别明显的，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些很特定的几个场景的风格的数据做 SFT 和 R， 就是很刻板的几个风格化的场景，就是比如让它快点慢一点，高兴悲伤这种很刻板的风格化的场景去做了这种风格的poster tree 风格化的 poster tree。但是我们发现你把那个 style 的标签给它变成一些非常复杂自然语言的描述，它也能够遵循，这是它纯泛化出去的。这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发现到这种简洁的架构加超大规模的训练带来的一个超强泛化力的一个外化的表现，但还很初期，所以我们这个 TTS 的模型，我认为效果是非常惊艳的，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然后但它下限我们现在在慢慢的去弥补。对，它有时候会不太稳定，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只是一个限时免费，就开放出来 API 大家玩一玩，但不确保它真的能投入生产期可用。但很快我们会让它变得生产期可用。你之前在一个发布会上，画过一个通往 AGI 之路的图，然后你对比了人类的智能，是一个生物演化的路径，它是一个正三角，然后倒三角是一个现在 AI 的发展。你觉得 AI 发展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在人的进化中，最顶端才是语言，但是 AI 大语言模型极大的放大了最顶层，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你觉得怎么能够拼接出这个 AGI 之路的图？你现在做的事情在往这条路上走吗？就我觉得现在大模型的演变逻辑确实不能跟人就完全不太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的原因是环境不一样，就人演变的环境跟模型演变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人演变的时候，它是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为了生存，然后来进行演变的。但是大模型它好像一开始上来不是为了生存，对。它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大模型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要硬给它赋予价值观，就是让它替代一部分的人，但它好像不替代它也不会死掉吧？它没有这种生存的危机。所以大模型它可能我觉得它会，当没有生存的危机的时候，它反而会进化的更自由，然后更散漫，更有创造力。对，就更快，不那么受约束，以及它现在的基础条件太好了，它有那么多算力可以用，然后它有人类宝贵的知识的起点，作为一个基础的起点可以用，还有那么多人帮它提升，所以感觉这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进化路径就不太一样。语言之后模型的进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或者哪怕在语言里细分 coding 之后，下一步会是什么？coding 它还是会有一个它非常好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它要做一个很复杂的软件工程，一步直达的开发。我觉得那持续的时间越久，能做的开发的复杂度不一定是代码量，至少是复杂度越高。比如说你写一个 curl 算子，它可能代码量并不高，但是你需要写了去
调试 debug， 看它是不是在真的训练中提效，对，真的有效果的提升。这个验证的环节有可能是长的，但是它这个代码量有可能是不长的。总之就是你要参与到实际的这种项目开发里边，我觉得会确实是做 code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旋律。简而言之就是它替代的程序员越多，那么这就是它的主旋律。然后在外延到更广泛的生产力的场景，其实它确实是需要借助一个更强的一个交互方式的，就比如说飞书呀，然后WhatsApp 就 Telegram，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交互方式，它是降低你去跟它交互的这个门槛和频率。然后其实一个更好的交互方式是那就它就有个它自己的身体嘛，对，它可以到处移动。所以就是机器人肯定还是一个 for 交互的一个很好的，就是 for 智能体交互的一个很好的必须会涌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它肯定还是会从屏幕上跃出来到我们真实的空间。那么但是机器人它本身的一个演变的瓶颈有大概率可能是在硬件。对，上次我们也聊到，就是在硬件甚至在电池本身上，当它进入到我们这种内部的封闭空间，然后甚至在一些灵巧手的灵活程度上，所以这些都会比 agent 本身的进化在语言空间进化要慢。你之前说 Flash 是通往 AGI 的第一步，现在到第几步了？感觉历程已经到了20%吧。20%，今年能走到多少？我觉得至少能到60-70%。对，那 AGI 很快了。对，我感觉2年内应该能实现，2年内能实现就过后，就是大部分人确实会失去掉会抛弃掉自己原来的工作模式，然后生活模式被颠覆是更滞后的，因为生活它并不产生生产力价值，然后工作是产生生产力价值的，所以你先会感受到的是你的工作模式被颠覆掉，其次再是生活，然后你要真迈入到生活被颠覆掉，可能就需要更多机器人。当然你不喜欢 AGI 这个词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它的时间线被提前，这里面很关键的变量就是能 AI 训 AI 了，对不对？这确实是一个标志节点，因为它可以自提升嘛，就是它应该说它可以达到最巅峰的一群人的智能，因为它可以自己训练自己，它就能去创造新的研究，就是它有做新的研究的能力，这个确实是它自迭代的一个巅峰，自学习自迭代的一个巅峰。这个会是今年的大模型厂商的一个核心的竞争点吗？就是你很难说去让AI 训一个大模型去设计任务去针对去训练，因为它是一个更高阶的目标，你不会说一下去卖到这个目标，但大家最终所做的模型都会通往这个目标。如果你有最尖端的模型的智能，你最后都会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它不是只能干这个事儿。在2个月前，你认为 AGI 还有多远？我觉得至少2年以上，那会儿我确实这么认为的。你现在觉得两年以内了？你觉得你们新一代的这个模型，尤其是 Pro，和中国的这一代模型，你觉得和美国代差还有多久？我觉得在国内其实目前已经具备1 T 以上的基座的公司有好几家，Kimi，然后还有 Mimo，还有一些对，然后这些模型厂商，我觉得基本上是在当下距离国外顶尖，就拿 Cloud Ops 4.6来说，我认为如果反应速度足够快的话，应该只有2-3个月的代差。就不是说2-3个月过后能追上2-3月过后的Cloud， 而是说能追上当代的 Cloud， 我认为这个概率是蛮高的。然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2-3个月大家怎么去发生变化，其实是考验这个团队的整体的研究水平，然后这个技术的敏捷程度，然后以及怎么去拥抱新的范式的这样的拥抱新的范式来做研究，这个真的非常关键。然后就是我们开头聊的，对，然后那就是在比拼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接下来2-3个月会非常精彩。然后同期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能看到 agent 的框架在
就已经在过去的2-3个月 ，OpenClaw 本身也进行了大量的改进，然后你也能看到一些自学习和自迭代的一些框架的一些产生，然后所以 Agent 的框架这一层也会在接下来2个月会进步的非常快，然后再其次就是随着前2个爆发啊，就是Agent 的框架越强，模型的能力进一步的飞升，并且我们的成本是有极致的优势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推理的需求一定会爆发。我觉得几倍到10倍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可能会立即当下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推理芯片，就会达到一个空前高涨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那么怎么去在现有的产能，尤其是可能大部分卡点在于存储上，对，然后产能的基础上，然后你去拿不管是自己制造还是用到最先进的芯片来去做更好的推理，对，那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更好更低成本的推理，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命题。然后最后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for 更长期的事情是，我们肯定不会在1T 的这个水平上走太久。如果要拿到下一个阶段领先，那么你就要寻求更大规模的一个 scaling。那么到底是去 scaling 模型的参数量，还是去 scaling 什么东西？然后以及你要在什么样的芯片上去 scaling？对，那么就是当下立即需要去决策和判断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才是决定可能半年或者是大半年过后的谁是更领先的。你现在做的决定是什么？这个决定就要保密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 Mimo 相关都是半年前的决定。差不多。我看到你发推，说就是好几个人都问过你说为什么Mimo 团队非常的迅速，然后你给了几个关键的结论。一个是核心架构与基础设施的研究周期漫长，所以需要看到回报的1年前就具备战略信念。第二个是训练后的敏捷性是另外一种能力，然后第3个是好奇心，就是热爱，是你一以贯之都在说的。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3点为什么能带来一个超级大规模的模型的训练的迅速？预训练因为它太前置了，所以更关键的事情是你需要你需要有一种预测能力，或者说有一种战略定性，就是你训这一代模型到底是 for 什么准备的，这个事儿一定是要提前1年就要去想清楚，或者说半年。就为什么我说半年或1年，就是因为以前我认为是1年，现在我认为是半年，因为 Agent 实在会加速这个事情。对，总之就是你要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要去想清楚，你这一代模型结构在后面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边，它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得想清楚，否则的话，它就不具备一个优势。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平庸的模型结构，一个很平庸的模型结构，并不会说带来一个非常平庸的模型效果，但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非常平庸的成本和效率的劣势，对。然后，所以这是我认为就是预训练，或者是infra应该前置去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而后训练的话，因为它现在是在跟 agent 去耦合去进行迭代的。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前置的规划的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就更考验我们怎么基于当下这个模型能力跟这套 agent 的范式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对，然后你怎么去快速的去设计新的infra 架构。对，这儿也要涉及到新的 R infra 架构，因为针对于code 跟 math 这种 reasoning 的这种CHAT 形态下 reasoning 的 infra 架构的核心，是这个推理引擎本身，是模型的推理引擎本身，因为模型要推很长，思考很久，然后给出来一个答案。这是这套 R infra 架构的问题，而针对于 agent 的 infra 架构，它并不只关注这个模型推理本身，它还要关注这个模型跟这个 agent 的一个耦合，对，所以它是从 Rollout 这个推理引擎切换到了以 agent 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更复杂的一个黑盒的一个，有可能是黑盒，有可能是白盒的一个系统，对，所以那么这里边要解决的infra上的很多问题，跟上一个 CHAT 的时代做 R1 这种CHAT reasoning 的时代要解决的infra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这个团队更具备敏捷性，去快速的去开发针对当前这个时代的 R infra 的系统。
然后由于这种框架变化太快，那你这套系统要有足够好的兼容性去兼容，甚至你想想，如果它真的要涉及到自适应或迭代，这套 R infra 系统得多困难。那么这套 R 系统 infra 是不是要具备足够好的一个容错的特性，以及你怎么用，因为它涉及到推理训练，还涉及到 GPU 跟 CPU 的很多综合的管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团队的敏捷性以及 infra 跟研究的这样一个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如果做得很好，那么就会体现在你会感觉到研究的速度会很快。然后再其次，最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确实关于好奇心或热爱或者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坚持，我觉得是很多很优秀的 researcher 身上的很多特点。但你说要是怎么去嗯嗯从一开始源头上去筛选，然后管理、激发，然后最后让大家去统一围绕着大部分人所信仰的事情去往前去运作，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的难度，我觉得不亚于去设计一个非常好复杂的一个 agent 的系统。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也是在摸索。然后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也是在这个环境中去学习，对，就是学习其他人怎么去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做得更好。所以这可能是为什么我最近对所谓群体智慧最终会产生最终 AGI 的一些思考的原因。对，你说的群体智慧是不是还不只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对，我觉得是全人类的群体智慧。这是 Open Cloud 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是引发了这个事情。Open Cloud 到可能我不知道它的动机是不是，但是至少它现在让大家共同去改进一套框架这个事儿上，以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去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苗头了。对。刚才提到中国、美国的差距，你觉得中美实现 AGI 的过程会不一样吗？方法？坦诚来讲，我不是很了解美国，所以，我至少觉得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一套，在模型，应该首先是前沿的研究，其次是模型的水平，然后再其次是 agent 的框架，再其次是芯片、能源这些多方面的角度上，我认为是非常可能领先的，合起来非常可能领先的，怎么理解这个智能体的框架其实是补全了一个拼图的某一个环节？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是补全了模型在复杂任务上完成的正确率。一些很复杂任务你是很难去描述清楚的，然后你也很难把你所有的完成复杂任务的 context 输入给它。但是有了这套系统框架过后，它以一种非常容易的交互的方式，就自然语言沟通的方式，它就能把你所有的你再去做这个复杂任务的时候的context 全部给具备，并且它还是所谓越用越聪明，就是你越用你的所有的智慧全部被它吸纳进去了，被这个框架本身给吸纳进去了。这还不是被模型吸纳进去了，但是它最终肯定是变成类似于模型的参数被吸纳进去了。对，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像不像一个补丁？我觉得对于顶尖模型来说，它也不算补丁。对，对顶尖模型来说，它好像是加油器，但对于中段的模型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放大器。就是应该说不是放大器，是应该说让它变得很稳定，变得在各种场景里边都输出非常好的效果。但对于顶尖模型来说，好像它是成倍的放大它的上限。因为你加入小米也一段时间了嘛，然后过去半年发了好几个模型，你觉得过去半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有什么得到了进步的地方？有什么觉得不足的地方？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我感觉每天可能都在否定昨天的自己，就不管是很多，做事的方式上，还是你对事情未来的一些判断上，我基本上都是在一直去否定，对。我觉得是在这种否定当中，自我内省和反省当中成长的。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地方得了特别大的进步，你觉得？我觉得我的历程没有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它有一些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节点，然后我到达这个节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进步了，而是说它一直在进步。然后它可能有时候是一个很平缓，有时候加速一下，它有时候又平缓，但总之它一直在进步。所以你要让我自己去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自己觉得我真找不出来。但是我感觉我就一直悄悄的在进化。然后我脑子里这套系统就悄悄地在进化。有什么心法吗？心法就是，以前我在做量化的时候，我觉得学到一个非常有，让我能够去克服挑战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总有方式去建模价格。对，这是当时我自己觉得，给我一个力量的支撑的一句话。然后，当我后面，但做量化的时候，你感觉价格就是你的 reward，对，你要去预测准价格，你才能做好量化投资，然后，回到做大模型赛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 reward 是不那么清晰的，然后是变化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就对我来说，我的心法就是说我应该做当下符合我价值观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对更多人产生价值的，然后一定要是更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如果我们创造大模型的这一批人，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内驱力，而是说我要做一个破坏的东西，那么我估计最后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或是让某部分人的这个很 boring 的事情得到了被替代，然后他有更多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老在幻想，如果我们的工作90%被替代过后，我们应该干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都能想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哦，真的吗？对，真的。你想干嘛？好，那我觉得我想的事情在变化，但是我觉得我此刻，我有想过，此刻我还没想这个事情。我大概一个月前有想过，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是，现在中国的很多基础的研究，它其实是太去要求有一个很完整的产品乱七八糟的证明的，就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资金，或者说有一个慈善的机构，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来去支撑这种做基础研究的人去做往这种更突破的方向去迈进一步，然后也没有很好的这种体系。包括如果有很好的这种算力资源，它需要很好的基础设施的体系来去支撑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这种公益型的组织来去 support 这个事情？对，我有想过，这是我一个月前想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哪天实现了，那实现了一件，那这个时候就比拼谁做研究速度更快吗？是 AI 不是？对啊 ，AI 也在做，人也在做，会不会我们人跟 AI 一块儿去引导它做的我们能创造出来的研究速度会更快？就我始终觉得应该加速做科学研究这个事儿是哪怕最终实现 AGI 了，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去跟他竞争？就让他做好了，那不一天到晚躺着没事儿干吗？总要做点新的事情吧。如果纯享受生活，应该也挺无聊的。或者说你总要去做点帮助他的事情吧。我觉得，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是当前的模型，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对吧？哈，给模型提供情绪价值，给模型提供情绪价值。他需要吗？天呐，之前还在想怎么让模型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对，总之就是要做点有益的事情。但这个有益，我觉得是按照个人的价值观来进行评判的。然后，无聊是不是一种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无聊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意义吧。过去半年你遇到压力怎么缓解？有压力的时候大吗？我的脑子就是一个 standing window attention，就我忘得非常快。
我哪怕有压力，我当下立马就是可能快的话1-2个小时就过了，慢的话1天就过了。我睡一觉，第二天一定就过了。对，所以我缓解压力的方式非常快。但是这也基于一个前提是你第二天会有一些新的有想象力、有上限的事情给它冲掉，你立马就忘掉。如果它还是在那个 context， 应该就忘不掉。这次模型发出去之后，跟你有什么想象不一样的吗？有什么得到什么新的反馈啊？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我意料之内。就我也不是说这一次，我觉得每一次都在我的意料之内，是因为我先看到这个模型的能力，所以我能预料到这个模型发布出去过后，别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知的状态，所以反而我是对任何发布是有点脱敏的。对，然后我也能预想到它最火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最炸的一种状态是什么，这些我都能预想到，所以它完全在我预料之内。我也没有多兴奋或多怎么样，我只是觉得 OK，我们认为这个模型达到了水平和能力，被大家感知到了，这就是我这次发布的感觉。所以我在发布前1-2天我就知道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如果没有被感知到，证明我们哪做错了，就是我们的评判，我们自己内部的评判标准出了问题。然后所以其实我当时觉得我们发布前的那个评判标准，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就外部对这个模型的这个评价，包括它在什么框架里边好用，它目前达到什么模型一个对标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跟我们内部的评估是一样的。然后所以大家是正确的评估了它的。我反而是在发布的前几天就是在开始想 OK， 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就我早已经进入下一阶段，所以这一阶段状态我都就没太 care 了。对，那你们为什么3月11号的时候是先上线了2个神秘模型？出于就是因为 Post Train 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拉了中间的几个切合 point 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某一个阶段，发现它就非常好用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应该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它，然后以及匿名的阶段，大家的这个评价会更公正。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就直接上了 Open Router 匿名上，看看大家对它的评价跟我们是不一样。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那个模型的长文当时并没有训很久，所以它确实不好。然后所以我们在后面匿名发布到正式发布的那一周时间去着重去优化一下它的长文的体验。这个是我们从匿名期间接收到外部评价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一个提升。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匿名期间去验证了我们内部的评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这套评估体系再接着做后续 scaling 上的事情就行了。你的 benchmark 是什么？你们团队的 benchmark 是什么？怎么驱动？我觉得做好大模型本身就是 benchmark， 但是这个好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这个怎么让公司同意呢？就跟公司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啊？雷总同意就行了嘛。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老板，天使投资人。Anyway， 后边还有很多标签。对，就没有要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一开始我加入小米之前，就在这个事情上是高度同意的，所以后边你不需要有过多的解释和说明。对，就做就行了。对，按照我们的判断和直觉做就好了。然后做了，老板就说做得好。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就是关于你们 VR 家族的这个模型。我下面想跟你一起来想一想，就是我们过去3年整个模型的进展，你会把它分成哪几个阶段？从22年底，就是 ChatGPT 打响了这个大模型的战争，然后每一年的关键的变化是什么？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在你的眼中，我觉得 ChatGPT 是第一个，就是发挥模型在一个。我猜测应该就是一个4K 的预训练的场景里边的模型的智能水平。对，其实预训练的长度或者说最终这个 context 的长度确实很关键的。所以其实 ChatGPT 只是让大家感受到 OK， 我在一个4K 的 context 里边预训练，训练完过后，然后我通过简单跟他对话，这个对话轮数是1轮、2轮甚至多轮的情况下，他在一个其实那会儿的 context 是跟你的对话轮次高度相关的。
对。一轮两轮，然后你可以在后续呢去纠正前续轮的很多问题，模型也可以在后续呢去澄清自己前面犯的一些错误。这其实是 ChatGPT 当时给人的冲击，就是你感觉它在对话上达到一个类人的一个智能水平，然后但这些所有东西发生可能就是在一个很短的上下文发生的，然后它只是在这个很短的上下文去把模型在超大规模预训练上训的那种loss 降到最低的那个智能水平给激发出来了啊。当然所有激发的一个前提都是要靠有一个很能让人感知到智能水平的这样一套交互，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交互，对，否则你不知道这个模型已经这么强了，对，所以恰的是一个很好的交互，这是22年 ChatGPT 发生的事情，年底，对，然后23年的话，其实当有一个顶尖的闭源模型做到的时候，它的下一年就是OK， 开源且怎么去追上这个顶尖闭源模型？所以23年你看，就是 Llama、Q1， 包括 DeepSeek， 包括就是这些开源团队，对，就是在准备去首先借助 Llama 披露的怎么去做好大规模预训练的范式，其实就是怎么去做好数据，怎么去那会儿结构都是未知的。就是那会儿你哪怕训一个7B 的结构，那么这个 transformer 结构的是怎么样的？是 pre-neural post-neural， 然后这个细节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 hidden size 多大？这些操参那会儿完全是不透明的。但是 Llama 告诉你 ，OK， 你这么训能训成功，他给你开了个头，那么借助这个头，所以 Q1 OK， 借助 Llama 的一个架构，然后做更好的预训练数据。做更大规模的预训练的 computer scaling，OK， 就是 Q1 系列就起来了，然后但是 Q1 做的很好，是它 for 开发者生态做了全尺寸的模型的训练，然后也训了一些多模态模型也做的非常的顶尖，然后这是对社区非常有利于激发后面社区做一些微调啊，还有像有一些微调的框架啊，诞生了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对，然后DeepSeek 在同期呢，虽然也是尝试再去复刻 Llama， 但是但是可能更在乎的是去看到 Llama 这一代架构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去着急去 scaling。对，他更在乎说 ，OK， Llama 这一代架构，比如说当下Llama 还是用 GQA， 那么GQA 在更大的模型里边尤其是在在一些受限的那个 GPU 上，对，有短板 GPU 上去训练的时候，它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 scaling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OK， 我就要可能要设计到一些新的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 DeepSeek V2 和 V3 那个系列阶段，就是想去提出一些新的架构，不管是 MOE for 高效训练 ，LMA for 更低的推理成本，对，然后这个时候诞生的事情，所以DeepSeek 那段时间可能会更注重说 ，OK， 我去做更好的研究，来在更差的芯片上去做scaling 这个事儿。对，Llama 的缺陷是什么呀？它就是个 dense 嘛，然后你要真要去给它 scaling 的话，你会比如说你比如说现在没有人去训一个几百 B 的 dense。开源界好说开源界，因为训几百 B 的 dense， 虽然 Llama 搞过，你也能看到结论，但那个结论不一定是说这个结构的问题，就是它太贵了，你去训它也很贵，然后你去推它也很贵，没有人会去搬运一个又笨又贵的模型，对，那所以你 MOE for 更高效的训练，然后更高效的推理，然后像 MA 这种 for 更低的推理成本的这些模型的架构就会诞生。对，所以这是同阶段可能 Q1 跟 DeepSeek 在走两个路径 ，Q1 是在纯 scaling， 然后DeepSeek 是考虑的是创新的基础上在 scaling。哪个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我觉得正确或错误吧，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是为了拿到最强的模型，在有限算力资源下拿到最强的模型，因为毕竟 DeepSeek 的算力可能只有 Q1 的非常少。1/10，对，然后但 Q1 想的是我怎么去促进整个生态更好的发展，所以两个都是对的，没有说谁是对的或错的，让这形成中国的两个开源势力。
对对对，一个开源势力是在做研究上做到绝对的高度，然后一个开源势力是在真的生态和生态价值上，我觉得做到一个高度。生态价值本身也是个价值，对。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好的开源模型，那么非常多好的研究工作，就像 DeepSeek R1前续的很多研究，其实都是在 Q1 的模型上去做的，所以他们是彼此促进的，对于社区都是有价值的，对。然后，当然，DeepSeek 更多的另外一方面价值是，它有一个全新的结构带来对于训练成本的一个冲击，或者说以及对后续推理成本的一个冲击，导致很多云推理芯片吧，我觉得算是推理芯片有了更多的更准确的判断。OK， 下一代芯片我应该怎么去构造？怎么去设计？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整个 AGI 历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然后这是可能23年、24年发生的事情。然后24年可能唯一发生的一个事情，在所有人意料之外是 O1 跟 R1。其实 O1 跟 R1 其实在我觉得它在 DeepSeek 的内部也算是一次奇袭，可以这么说。奇袭，对，也可以这么说。对，就是它也诞生的也非常的偶然，诞生也蛮偶然的。我认为它其实就是说当预训练范式变到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对于组织和团队以及创新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整个团队应该怎么再去重组织的一个问题。对，我是在这个事情上得到的最大的感知是这个。对，是团队。我觉得团队是起首要要素。按照传统的管理方式说，我现在要对后训练加大投入，好，算力我投了，那投人，那我从外面挖一个人来，或者是我从就是我新组建一个团队，这个是错误的方式吗？就得看这个团队本身，他可能会觉得后训练的人就做后训练。我是觉得这样不是很有利于创新吧。就是最主要就是就是你能想到很多点上他会做的不好。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后训练的数据的多样性上，如果只是做后训练人，天然就缺乏这个视野。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这个很多团队他对做训练和后训练人的那个人物画像很刻板。反正我们不是按照这种很刻板的方式来去招人、组织人的哈，所以他很刻板的问题就是他天然也导致做预训练人做不了后训练。或许是这样子，总之我也没太去了解这里边深层原因。我只是当我去了解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就哪有这种疑惑？那我也不管为什么这么奇怪了，反正我就觉得那样不太对，然后我就不这么做就 OK 就行了。所以我们外界看到的可能是 R1，但是你在内部感知到的是在这个模型开始训之前的对团队的调整。和组织，其实就是大家认不认可这个事儿，然后以及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是在 R1 的过程中是有非常大的体验的，但最终的那个结果，就我能预知到的时候，就我走的时候 ，R1 还已经做到一个 Light 的水平，然后 Code 跟 Math 已经做到了非常接近于那个 O1小的那一版，的水平。然后那我已经预示到了是，我觉得 Code 跟 Math 上这个 Reasoning 肯定能走通，而且即将可能 AME 会从那会儿只有30-40分，刷到我认为70-80分可能都非常有可能，但后边现在已经刷到100分了。对，但我没有预示到的事情是，它其实是一个范式的转变，就 Reasoning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 Code 跟 Math 这个高泛化场景能放到通用以外，这个其实 OE 也没有走通，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因素在，导致我后面再看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哪怕它是 for 一个很垂的场景去做，像 Code 尤其是 Code 这种场景去做，我会先思考它是不是真的能泛化，是不是我把它想小了，对，然后这是一个可能我自己沉淀下来的一套 skill。 然后这是24年25年，对，可能25年我觉得很 boring 的一个事情是它处在一个很交错的一年，这个交错一年就是你可以选择在 CHA 的这套范式下把 reasoning 给做到极致，继续去把Sway bench 把那个 Navcode bench 这些偏 code 的 benchmark 就是思考很久给出一个答案这种，然后把这种AME 对这些
对，你可以在这个范式上选择继续深耕，你也可以选择我忽去掉，我就不管这些，对，我不管这一套范式，然后我就去想我可能在这套范式上能够做到60-70分就 OK 了。其实 ME 做到60分，就是60-70分，就表示这个链路你已经走通了。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就可能比较聪明的团队，我觉得25年年中就会全面拥抱去 for 新的 agent 的架构去做事情。这是你的选择。 Mimas 是已经转过来了，Mimas 我觉得算是转的最早的，Mimas 是国内转的最早的，对，应该是我觉得比 Kimi 还早。但这样一种新的范式下，它其实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敏捷性要求就很高。你要快速去迭代，基于一个基础快速迭代。所以你看，从模型的发版速度上，你也能看出来哪些公司它拥抱的速度够快。对，然后可能有些公司就没有跟上，就是还是在原来恰德的范式下去继续深耕，没有跟上。然后哪怕你去做了一些这种 Bronze Comp Sway Sway Bench 这些，还有就是 Terminal Bench 啊这种带所谓的 agent 的这种 benchmark 上，并且在这些 benchmark 提升到很深，但它并不代表这个模型它真的能实际可用。就 Bronze Comp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评价指标，就在这上面训的模型它我感觉只能在这种数据集上测。你换种方式哪怕也是做信息检索的方式，你最终它能力还是发放不出去，就很奇怪。就是这套整个数据集太局限了，整个框架也非常的specific。对，所以就是就这半年，如果说在做 agent 的人，大部分是在走到这个歧途上，我觉得它算是歧途。我们也走了一小阵儿。Flash 第一代的时候并没有想做 agent， 其实就是想做很好的 chat， 但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要先打好 chat 的技术，就像我说的，你 chat 至少要做到70-80分，对，然后把整个历程给走完，你才能够说你的 post train 的数据的基建，你的 infra 基建，你现有的人，尤其是我们招的全都是没有做过大模型的人，他有个历练，他必须要有个成长经历，否则他一上来就做新的东西怎么好做了？对，就是我那会儿做 Flash 的时候，我纯粹是一种 OK， 我们做过的事情，再让一群没有经验的人再做一遍。但我更在乎是这群人在做这样一群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自身在进化，然后他们这个进化，就对我们后边去做新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因为我极少在中间给非常强的 supervision， 除非我发现要掉头了。否则你给太细节的这种监督信号，就告诉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的一个缺陷就是，你会让团队的大部分人去失去原创能力，这是我认为应该去尽量避免的事情。对，什么叫做你们团队都没有大语言模型背景的人？就是我们大部分招人之前都没有做过一个大模型。他们刚毕业，就比如说在学校做了一些基础的研究，然后比如说之前甚至不是做大模型的，那是做什么的？做工程的呀，然后做开发的呀，这些都有，一点训练背景都不需要。有大概1/3到1/4人稍微有一点点训练经验，但是可能都只是训过，比如说7B， 14B 那类似于这样的规模模型，我觉得它跟训大模型的完全那些经验也不太能复用。对，那需要你有很强的训练的实践的经验吗？他对你的经验要求高吗？他对1、2、3、4步应该做什么要求会高一些。但是我后面发现，你不要告诉大家1、2、3、4步做什么，然后就推大家我们一起来重新做一半这个事儿，然后大家就会往前走了。这个组织等会儿聊，我们先把这个聊完啊。你刚才回顾了从22年底到现在的整个就是技术发展历程，以及各个公司做了什么关键的事情。所以现在大模型的竞争从之前的 chat 过渡到了agent， 对吗？这算是这个模型竞争的第二幕，第二场战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源模型应该是，可能闭源模型我觉得早，比如说 Cloud 应该是2年前就在这个路径上了，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最正确的路径而已。对，或者说大部分没有意识到，很多人我觉得是在去年意识到了。对，去年意识到，但是都没有在做正确的事情，在我来看。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就是你要在一套非常复杂的 agent 的框架或多样的 agent 的框架上，然后去端到端的完成更高复杂度的任务，并且以此为目标作为你的后续链的范式，对，而不是在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边，针对一个这个场景定制的这一套很简洁的架构里边去做另外一个比chat更复杂度高一点点的任务，然后它的模型的输入输出还是一堆字符串，就还是一堆 token，然后你的模型的 R 的范式可能还是我刚刚说的以推理 rollout 为中心，但其实 agent 已经不是了。你觉得 Minimax 是在这个转变是比较快的？我感知到，我觉得它是比较快的，因为他们用一个10 billion 模型做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agent 能力，我觉得是蛮惊艳的，就是他们的后续链的敏捷程度是非常惊艳的。但是你说agent 的这个第二幕所谓的入场券是1T 的基础模型，那Minimax 没有这么大的模型啊。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说真正意义上已经对标 Cloud Ops 4.6了。就我把入场定义为你要做到对标到 Cloud Ops 4.6的水平。它需要1T 的基座，与此同时它需要和敏捷性。对，它已经具备这个事情了。那它具备的是后者。所以现在中国公司还没有同时具备两者，对吗？对。看一看 DeepSeek 吧。刚才我们顺了一下，就是从22年底，然后到现在每一年的模型变化。你觉得到今天，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中美两边这些厂商，他们各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现在大家 bet 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可能一个共识都是认为 Osopia 的路径是正确的。对，我觉得这算是当下的一个共识。就是agent 的这条路的路径也会更清晰，至少在过去的3个月以内，我觉得 agent 的路是变得更清晰了。所以在路径更清晰的情况下，国内的大模型团队，我觉得会更就会进入到一个加速追赶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大家在 Pre-train 上的代差，我觉得是非常是基本上没有的，或者说非常接近，或者说国内的大模型团队在 Pre-train 上结构上是有优势的，甚至一度我认为 Cloud 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做的很多 context engineering， 我们都误以为它是因为模型结构不是很先进，然后为了成本而做的一些妥协的设计。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是有点想的太局限了。然后现在可能你能看到所谓的这些 context，不管它最开始的动机是什么，但最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它所谓的这个 context 的管理以及搭配的整个 scaffold 或者 agent 的架构，其实是为了配合模型发挥更强大的整体的任务的完成度而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当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范式一个转变了过后，所以又有一个基座并没有发生代差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其实就很 all in 的要去做好agent 的 post tree， 或者说更具体的说，其实就是在 agent 上怎么去做好R 的 scaling， 其实这个非常清晰和准确的方向，但具体的路径研究路径是需要探索的，但是至少要做的事情就跟2-3年要去追平 Pre-train 的差距一样，我认为是非常清晰的。对，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coding 可以泛化，coding 的泛化性那么强？我觉得一开始就会，就是不管是在 Pre-train 范式还是 Post-train 范式，就23年，哪怕最开始我从量化回到大模型的赛道的时候，就会对 coding 的泛化性会抱有非常高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它是转变成说 OK，我先要好好的去做好 code 的预训练数据，然后再去 scaling 算力看一下它到底在 code benchmark 上会不会很好，再看看 code benchmark 提升了以后，其他的泛推理类的像 BBH JOP 这种 benchmark 会变得更好。最开始是这样，其实它是一步步去实验验证的这样一个探索的路径，然后
到 R1那块又一次验证了，因为 Code 和 Mass 都有非常好的 Verify 的指标，所以又一次验证。然后到 Agent 这个范式 ，Code 又因为它有很好的 environment，然后并且 Code 可以天然做很长程的任务，比如软件开发就是一个非常长程的任务，你做一个非常复杂项目工程就是一个很长程任务，所以它又很适合 Agent 这个范式。所以它基本上在每个范式上，它都戳中了那个点，对，就你都可以在课堂上去，至少在研究上你可以是自闭环的，然后并且在这个自闭环的路径上做出来的东西，它是很容易去 scale 到其他的更广领域的通用数据上。其实 code 本身就已经挺通用的了，然后它还很容易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语言，所以它很容易 scaling。对，所以做 code 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至少在这3个范式转变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路径。对 RL scaling 现在探索到哪一步了？你们有什么探索的初步结果没有？暂时还不是很方便分享。我觉得等我们有一个至少我觉得在 RL scaling 上的算力跟预训练的算力达到同一个水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你觉得今天的竞争变得更激烈了，还是变得更平缓了？相对于23年，竞争的维度变多了吗？竞争的维度变多了，但是其实应该说竞争的维度和速度都变多了，速度变得非常快。可能你做预训练，你不可能1个月出一个模型，但你做后训练，你确实可以1个月出一个模型。然后还有就是其实 agent 这个事儿，它除了看 agent 的架构本身，也看你对整个推理侧的结构，或者说甚至硬件芯片，对你是怎么去认知它的。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有一些最基本的决策，比如说10兆的 context 什么时候做，要不要怎么去 scaling 1兆的 context， 其实它也涉及到比如说你在预训练如果阶段就去 scaling， 那么你后边对应的poster train 在1兆上去做 poster train， 跟在256K 上去做 poster train， 它的算力差距是好几倍的差距，所以你是不是有足够多的算力差距去 support 你去做这个事情？对，所以以及你最终的场景以及这个框架本身的能力是不是支持你能在10兆上的能力给发挥出来，或1兆上的能力发挥出来？它其实是有一个更长的决策链路。它从原来 pretrain 只需要对 pretrain 本身的架构做决策，到需要对你对快速的接下来一段时间agent 的框架演变、推理芯片的整个市场我觉得算是供需的一个预估，因为芯片，它受制于这个制造的工艺，对吧？制造的储备，它瓶颈就在那儿。然后以及你要不要尽早去规划去做更广的，不是for单一芯片的模型结构，都是需要提前去做好规划的事情。这个说的是大模型的公司维度，那你觉得对于创业公司呢？当然你没有创业啊，你觉得今天创业公司的机会变多了吗？站在2026年，还是更绝望了？坦诚来讲，我不是很了解除了7座大模型以外的创业公司，所以而且但是我能看到的是，至少他对创业公司的团队的规模要求会越来越小，就是可能不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就几个人，甚至1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公司。它大概就只要你学会充分借助 agent 来去让它变成你的，就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OpenClaw 上我1个人养很多个员工，就我自己也去做过这种 multi agent 的尝试，虽然当下目前来看是不那么现实的，或者说我觉得有点噱头，但是我觉得它很快会变成一个现实。在今年内，会，对 multi agent，对 multi agent，现在没有突破的地方是什么呀？现在差哪里了？每个环节都差一点。就比如说，你需要有个足够便宜的模型，因为你最终算的是它是不是比我招一个真正的员工更便宜。对，要是不那么便宜好用，我为什么要用你呢？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更低价的一个模型。不可能说你烧个 Cloud Ops 一天花1000多 token，结果那个员工创造价值可能1000
对，就这个意思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 multi agent 的架构并没有那么，我觉得还有空间，反正对，还有空间，以及他们各自怎么去自进化、自迭代，以及也互相去沟通，这都还有空间，就都还虽然有，你感觉现在已经有这个雏形了，而且我自己也 multi agent 也用的挺顺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它还是在去节省成本、节省时间，并没有去放大最终的上限。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所以那会不会 multi agent 的协同的 RO 训练会不会做到这个事情？未必吧。那你觉得模型公司的边界在哪里啊？现在模型公司好像没有边界，就是感觉好像我之前说我不想做产品，但现在发现就是它又变成直接做产品了。对，模型及产品是对的。对，借助 agent 它的产品力反而更强了，然后其他所有东西都很简单，然后就反而就是模型借助这个 agent 的架构本身又变成一套新的产品了。现在在你看来，一个公司为什么要选择开源，为什么要选择闭源啊？因为国内的大部分公司都开源了，除了自己。现在选开源的目的会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选择，还是一个市场选择？还是一个去加速 AGI 的事情，我还是认为是这个目的。开源是加速 AGI 的，开源一定是加速 AGI 的事情。就你如果没有开源，我们假设 AGI 会爆发，假设它会替代绝大部分的生产力，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儿去倒推，你需要多少的芯片？你需要那么这些芯片难道会被一家公司生产吗？难道会被一家公司购买吗？好像不是，它会分散。然后那么如果它是分散的情况下，那么假设芯片是分散，那这些芯片的推理是有可能是芯片的厂商，有可能是大模型的厂商。那么它用的模型难道是同一个吗？还是用的不一样的模型？我认为一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你从中举来倒推的话，开源这个事儿一定是至少有利于推进这个事情的。因为它最终要大规模产生经济价值，它必须要依赖于算力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对，所以我认为开源是至少对于很多环节 agent 的框架、芯片、能源这些环境上，其实都是有促进作用。所以我认为它是加速 AGI 进程的。那你说它最后是一种公益，还是一种市场？我觉得是取决于每个公司在开源，是结合自己的生态位，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别人不可以短期内拿下的一个战略的生态位。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就敢开源；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认为模型就是你的生态位，那你就不开源。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你在一个大公司做开源的事情会有压力吗？我现在不觉得我在大公司做事情。其实小米整体我觉得非常的创业导向。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它看起来是个大公司，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做事儿的灵活度非常高的公司。所以你觉得2026年什么会成为模型公司竞争的胜负手呀？做对了什么才能留在牌桌上？首先不能做错的事情是，首先你的预训练基座不能错。就如果这个事儿都没有上，那就基本上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对，所以假设我们都有一个大于1T的模型，然后基座的潜能都尤其是在 code 上潜能都是相当的这样的一个base 上，那么大家比拼的就是怎么去快速的去第一个怎么让 agent 的框架跟模型互相自迭代提升，第二个怎么让这个 agent 的架构去更多的去耦合你现在所具备的资源。对，或者说生态位，怎么让这个 agent 架构去理解和调度你现在所备的资源和生态位，比如说操作系统是，比如说硬件是，比如说流量也算是。对，然后流量社交这些都算是。对，怎么让这个 agent 架构去适配你现在的所具备的战略资源，然后最后合力起来，怎么把它给整合好。其实它很考验的是我自己觉得它非常考验的是一个公司愿不愿意用
一套新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什么叫新的方式？得思考原来所有的做的东西都是错的，对，原来是不是有需要这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首先要思考你需不需要这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你现在所有做的事情，这些人是不是都需要被砍掉？因为它的生产力会被另外一个更高效的东西给替代。或者说怎么让这群人去利用agent 来去发挥更大的生产力价值。对，所以这些都需要去思考。第二个就是在新的生态位上，原来那些看起来有壁垒的事情，是不是还是有壁垒的？你觉得 Frontier Lab 的 Frontier 应该体现在哪里？最基本的，我觉得做研究应该 Frontier。对，就是还是要有那种自己想要原创做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能短期内不会那么主流，但是你要说完全不会主流认可，那也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点反主流，我觉得不是很适合的一件事情，是你很难 scaling。我还是很相信 scaling 这个事儿，你只要顺应主流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去 scaling。为什么呀？你的所有的 infra， 所有的硬件、芯片这些，它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来一起往前推动的。那么你个人就会那么你这个研究就会获得非常大的加速度。对，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会顺这个主流，然后去做一点我们超前认为，比如说 non-price inflation 的架构，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做的，但它也没有说是那种开天辟地的研究，但我们认为。这些小点研究沉积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一个 frontier 的一个 model 的状态。你对你过去几年做的比较偏原创性的研究比较满意的是什么？我觉得比较原创性的研究都是工业级水准的，就比如说DeepSeek VR 它就是一个工业级水准的一个模型。对，当大家都在主流去做一个更大规模的 dense 的模型的时候，然后我们反主流去做MOE， 然后去改 attention， 这其实这两个都是在做研究，但是它是它是稍微在一个有时候可能更多是在一个资源受限的场景里边做了研究，但它本质上是可以 scaling 的研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作品。然后Mimo VR 系列，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在 agent 的这个范式还没有非常明朗的时候，就去做了很多前置的这个决策和判断，然后导致我们我觉得很高效快速的去基于一个优雅简洁的结构给训起来，然后这个结构并且最终我们发现它非常的适配 agent 的这套范式，然后我们又快速的去转移到 agent 的这套范式上，做了很多后续链的设计。对，尤其是围绕着整个 agent 的架构来去重新去设计我们的 R infra。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点合成起来，然后最终让大家感受到的不是一个 paper 本身，而是一个工业级水平的模型。你对发 paper 现在有执念之类的吗？没有，就发的越少越好。为什么呀？我就希望别人发那我们团队里边有些人我说不要带我。对，就核心原因是我现在也不看学术会议的 paper，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实验确实应该自己做，然后你相信自己的实验结果比相信论文的实验结果会更好。但是我会看一下它的原始关注的问题和动机是什么，这个我偶尔会看一下。但总之我觉得有没有在这种大规模的算力的团队里边做过研究的人跟没做过研究的人，他关注问题我发现重叠度也差的蛮多的，所以我现在就越来越少看这些论文。那你现在的信息来源包括哪些？来源自迭代，真来源自迭代。我最近连跟人沟通都很少，对，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么多个小时的这些东西，它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发现我应该会过一段时间会发现它是错的，但是我不知道当下会有多少人会觉得它是错的，或者说是不是也有帮助和价值的。就还没交流过？没有交流过。要说有交流，就是自己跟自己交流，然后自己看看
跟团队里边其他人在做同样实验的人交流。对，你刚才其实多多少少都提到了一些组织话题，包括我们上次也聊了很多的组织话题。你在最近的2个月有没有一些迭代啊？这100个人可能有20个人以前训过、接触过小一点的模型。对，就主要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它都可以被快速习得，这些能力真的都可以被快速习得。只要你被放在那个环境里边，围绕着一个更高标准的目标来驱动的时候，这些能力都是可以被，我觉得最多1-2个月，慢的话3-4个月，确实都可以被快速习得。所以，环境反而比经验更重要，我自己认为。所以我就没有太在乎他的经验，而更在乎我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这个环境让大家更快的提升学习，让大家互相的所谓 MOPD 我们说的就是互相的蒸馏，我蒸馏你的长处，你蒸馏我的长处，互相这样快速的提升。对，就是我更在乎说我自己创造这个环境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而不是在乎这个人来的时候他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基因是不是好，我只在乎他的可能初始化契合 point 的上限高不高，我只在乎这个事情，但我不太在乎他目前已经被 supervised 的learning 过后的那个点的状态高不高，我就不太在乎这个。那你会选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他的学历是需要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吗？看做什么东西？看见博士的比例是55%。对，那是包含在读博士。哦，对，在读不是博士毕业，是在读博士。那些数字我觉得是有点刻板的。然后，其实这更多是代表一个人对做研究的热爱程度。就如果他对做研究的热爱，他可能会选择至少读一个研究读一个硕士或博士。然后但我发现现在我们也招了非常多的本科生，然后本科生在对这种 agent 的这种新的范式的理解上，我觉得反而他的想象力会更高。所以我现在反而招人会慢慢倾斜到去招更多的前置的本科生，我们会去招大2、大3的人。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灵活性和适应程度都感觉没有被污染，就天然更接纳这个事情会产生巨大价值。对，因为他的思想还没有被禁锢的感觉。然后所以他敢放心大胆的把自己那些想法交给这套家务去验证，然后自己不断去探索这个边界。那你怎么创造环境？首先是构建这个环境的人，他是要有同样的特质的。就比如说我说要强调热爱这个事情，然后强调使命感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要有这些基础的特质的。然后其次就是在这些特质，因为它都比较虚嘛，所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这些特质真的给放大的一个前提是它的基础要好，就是就是当你可以理解为是当他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这个热爱的时候，他要能做成，就他这个基础要好，他不能就是光就想法多但做不成，就这个基础是构建成他最后做不做得成的关键要素。这是一个基础能力。对对，所以我们会选基础好的，然后好奇心强的，然后热爱驱动做事情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越来越会有一些更对多样性有更高的要求。对多样性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如果招的太同质化，那么大家很容易去 miss 掉一些看起来是噪音，但实际上对研究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对，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多样性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上班那个每个群叽叽喳喳聊的挺多的。对，就大家都会疯狂的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关注到信息给分享出来，然后或者说有可能是在群里边，有可能就在座位上，反正吵得不行，一天到晚。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沟通的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外部，就是这是内部好，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就是比如说你的激励的方式，组织就不能太围绕着某些非常确定和清晰的目标来做。然后以及
我觉得这个激励方式，钱是一个很重要的 baseline，但是它不是唯一的 baseline。对，就是钱要给够，但是呢，除了钱之外的其他东西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它的价值感、它的意义感。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远远更在乎这些东西。你刚才说，后训练团队搭建方式和预训练会有一点不一样。通常我们在后训练上看到的人，就两类会适应的会非常好，对，或者说他对这个事儿会更有热情。第一类就是他会更注重去跟模型玩儿的这样一群人，对，因为他去玩儿，他才知道每个模型能力的边界在哪儿，然后他才会去想要去找到一种可 scaling 的方式，去把他这个边界给补充回来。有可能是去构造一批更强的数据，以及更强的环境，让它能够 RO 训练起来。然后有可能是 fall back 到预训练的某个环节，可能这批数据没做好 ，OK， 我把这个数据给它补上，这一类的数据给它补上，那么可能我下次训模型的时候会更好。总之就是更在乎模型体验的人，更跟模型交互的频次更高的人，他会非常适应这个范式，因为我觉得这个迭代是有价值的，尤其是那些维护了自己很多私有的测试库的人，然后他疯狂去测不同模型的边界，然后突然发现某个模型强了，然后分享出来自己这种独特体验的人，我认为还是蛮适合去进入这个范式的。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觉得不可避免是这个我们要围绕这个新的agent 的范式去设计它很好的 R 的 infra 体系。所以做 R 的 infra 跟做 pre-train 的 infra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 R 的 infra 会更在乎这个模糊程度，我自己认为就是 pre-train infra 你可能不能容错，就是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个 low spike， 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你要想要把这个 spike 给它解决下去。但做 R infra 你就要允许它容错，就是容错就是你允许这个模型跟这个 agent 在这个 agent 的框架边揉到一半，这个垂直就断了。但它断的原因有很多种，你根本找不到它是哪一种。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agent 框架写了某个超时的逻辑，有可能是因为他做这个任务需要很长的验证流程，那你把你不知道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就断掉了。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你的训练跟推理是在异构的集群上训的，然后所以你的训练和推理的不一致性，我觉得在原来 Code 跟 Mass 的那个 Reasoning 那个范式里边是不能容忍这个事情的，但现在你必须要容忍这个事情。然后以及你怎么去做一些更多的异构资源的调度，比如说现在除了 GPU 你还要管 CPU 然后你还要管存储，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怎么在这种很复杂异构资源里边把这个模型训起来，然后就是我觉得这里边需要很多算法跟工程的一个妥协。中间这个模糊的地带非常多，然后所以他对 infra 人的要求的灵活性的要求和这种这跨这两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要求变得非常之高。然后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它相比 pre-train 来说，它都对灵活性和敏捷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后能够适应这个范式的人就会觉得他其实没有适应，就是原来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比如 infra 里边哪怕 infra 是一个相对来说追求一个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和解法的人，然后他来做 R 的 infra 还是会有那么一群人是适合做 R infra。所以大概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那边可能看起来还是至少做 pre-train infra 跟 R infra 我觉得还是分开的，不太能够交融，因为他们确实我觉得对复杂性和这种精确度的要求会差异很大。做 RL 的瓶颈到底在哪里啊？你刚才提到 pre-train 其实真正差不多了。其实真正把 agent 的 RL 给 scaling 起来的团队很少，非常少。包括海外是吧？Osobi 肯定做这个事儿，然后其他团队我不是非常了解，至少我从最终的模型效果上感觉到没有 scaling 到跟 pre-train 一样的量级。这是之前发展的两个范式嘛？你觉得再往后有什么新的范式吗？
不确定，先把这个饭事做了再说。我觉得是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就是一个生成模型跟感知能力很强的模型联合到一套新的框架边去进行 RO 训练这个事儿，已经足够的，在我的规划里边已经足够的长期，并且比较难实现了。现在有人说是 continue learning、online learning。我现在觉得 continue learning 和 online learning， 我更多是代指，它跟这个环境产生交互的时候，或者说跟 A 这种框架，多轮交互的时候，这个框架本身在自己迭代和进化。我是不是这么去定义这个事情的？你对未来有什么预期啊？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26年，可能是27年，也可能是更长远一点。我现在觉得把当下的做完就行每天的研究的做好，我就觉得非常好了。你现在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工作节奏？早上11点，晚上1、2、3、4点。哦，但这是我的状态，不代表我们团队其他人的状态。你是夜猫子是吧？倒不是，是我自己本身的睡眠确实不需要特别多的睡眠，可能6个小时就完全足够了，然后5个小时也可以，4个小时也行，就4到6个小时在我一个 OK 的区间，对，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然后以及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兴奋，所以也确实是也感觉睡太多有点浪费时间，有种感觉吧。